把路飞介绍给全世界的那些人。这一路上，路飞声名鹊起，赏金提高，主要是靠自己做出来的。不过额外的也少不了路飞的形象宣传大使们，致力于将路飞介绍给全世界。首先就是艾斯，在艾斯早期的冒险中，他闯入鬼岛，和大河不打不相识，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艾斯兴奋地向大河介绍起3年后要出海的弟弟路飞。在艾斯这里，从他的语气中，那已经不是在介绍路飞了，而是自豪地在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弟弟路飞。他也坚信路飞一定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海贼。きっと強大な存在になる。君の話、何回弟が出てくるんだ？何回でも聞けいいだろうが。こんなやったらやめろ正因艾斯大河有这么一段渊源，多年之后，路飞来到鬼岛，大河迫不及待地想和路飞见面，并表示自己一直在等他。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时还让路飞倍感懵逼。艾斯与大河分开后，不久之后，艾斯遇到了白胡子，后决定留在白胡子海贼团。在路飞首次悬赏3000万贝利的时候，艾斯拿着路飞的悬赏令，高兴地向白胡子炫耀。見てくれ親父、これ俺の弟なんだ。不过乌索普大神这个脑袋是真抢戏，仔细一看，艾斯只到了乌索普脑袋上。不过话说回来，艾斯当然知道当时的路飞在老爹那里也就是个排不上号的小海贼，但艾斯依然无比自豪。艾斯有多宠路飞，那真是溢于言表了。只是现在的路飞已经名扬天下，而当初那个3句话离不开我弟弟的大哥已然不在了。巴托洛米奥作为路飞的小迷弟，巴托宣传路飞的方式就无比喜感了。他们的前进路飞前辈号整合了草帽团的一些标志性元素。巴托俱乐部的2号人物是个传教士，他们要传播的教派就叫路飞前辈教。德雷斯罗萨之后，巴托一伙人来到了4皇红发地盘上的一座城镇。征服城镇后，一整个海贼团就干起了推销，只为了让大家人手一个路飞形象的胸章，然后在这里还把红发的海贼旗给烧了。这算是帮红发连海贼旗也给堵在新时代上了，并举起了草帽海贼团的标志。这一波操作真是让巴托给干绝了。不知道红发来视察后，看到自己地盘上的海贼旗被烧了，这里的人都佩戴着路飞的徽章后会是什么反应？科比作为路飞的另一个小迷弟，因为立场原因，他不能像巴托那样大张旗鼓，但也是私下里疯狂向队友安利路飞。比如海军卧底德雷克，在凯多阵营里面露出马脚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科比小弟跟自己灌输的信仰，有困难找路飞。打进来的路飞和冲出来的德雷克刚打了一个照面，德雷克就请求加入，请求入坑。お前たちと共に戦わせてくれ！路飞又懵逼了，咱俩很熟吗？路飞就寻思，怎么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来找我呢？这都是谁给宣传的呀？红发香克斯，雷利能成为路飞的师傅，很大一方面也因为红发的安利吧。大概10年前，红发和雷利见了一面，雷利发现那时红发的左臂和罗杰给他的草帽都没了。红发也直言，他在东海遇到了一个小鬼，他说了和船长罗杰一样的话，在他身上看到了罗杰的影子。正因如此，雷利有了期待。多年之后，雷利跟路飞说，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红发也把断臂这事儿跟白胡子说了后，白胡子见到路飞时，也对艾斯的这个弟弟能让红发赌上一臂的小鬼充满了好奇。然后是路飞5皇的背后推手新闻王摩根斯，跟前几个发自内心的自豪、崇拜、信仰、欣赏不一样。摩根斯宣传的目的都是为了钱和职业，虽然摩根斯的报道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也有拒绝贿赂、该报就得报的原则。他把路飞大闹蛋糕岛的事迹添油加醋，宣称路飞是第5位海上皇帝，也促使路飞的赏金飙升到15亿，声名大噪。路飞毕竟征服了卡尔，15亿赏金倒没什么，但当时路飞跟4皇的差距还很大，所以5皇推手摩根斯也被称为最强陆吹。另外，路飞的形象能一步步的让四海皆知，还得多亏了海军不断更新发布的悬赏令。而且路飞每次的悬赏令照片都是活泼开朗，充满正能量，亲和的完全不像个海贼，是最直白的性格介绍。所以一直以来，海军才堪称是路飞最牛批的形象宣传大使。高端局里那些狗都不吃的恶魔果实，曾几何时，海贼王早期恶魔果实还是个稀罕玩意儿，但是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怪物打架，很多早期优越的能力越来越掉价，甚至成了狗都不吃。烧烧果实就堪称是版本祭品，因为现在火系能力可以说是烂大街的存在，就感觉不会玩点火都不好意思在新世界混了。而且现在单纯的玩火还不够，还得是蓝火，海贼分高等低等，火焰也分。当然烧烧果实也不是一无是处，起码还有个元素化，但是自从霸气成为版本之子，自然系的元素化本身也差不多被削成狗了。元素化在低端局里游刃有余，但在神仙打架的高端局，谁也不敢把自己的命交给元素化，至少得配合见闻色吧。而且如果说烧烧果实的攻击力无人能比，那还罢了，但反而那些其他火系能力的伤害还贼高，视觉上并不次于烧烧果实，所以也难怪现在只要谁一玩火，烧烧果实就狗都不吃了。
毒毒果实，毒毒果实虽然确实也很强，但是有个很别致的副作用。麦哲伦作为毒人，连呼吸都有毒，以至于吃到嘴里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沾点狠活，每天必须10个小时在厕所里度过，再减去吃饭睡觉的时间。这么强的果实，其实每天也就能保持几个小时的强大，不太划算。而且毒能力现在也不算稀有，像是雷酒、奎因用的这些科技与狠活都可以替代，主要是不会拉肚子。在推进城里，麦哲伦虽然绝对压制路飞，但路飞还是扛着剧毒挣扎了许久。然而新世界的那只毒鱼想说，毒毒果实也就这，看我只用一块皮就差点把未来海贼王给带走了。夹克果实，这个果实真的有点子离谱了，能力者自己会变成一件夹克，而且变成夹克期间他还不能动，需要别人主动穿上它，他才能拥有那个人的实力。如果有强大的队友愿意穿它，那还好说，但问题是别人自己很强，能打高端局，那还穿它干啥呢？要说夹克果实可以把别人变成夹克，自己穿上继承其实力，那确实是个神级果实。但现在来看，这个果实甚至还不如吞吞果实。响雷果实，其实响雷果实并不能算狗都不吃的果实，毕竟响雷果实有艾尼路这个把果实能力开发到登峰造极的模板在。虽然雷电能力确实也越来越烂大街，不过响雷果实依然是极品果实的存在，只是对路飞来说属于狗都不吃的果实，因为路飞现在都能徒手抓雷电了，就显得艾尼路很呆而已。同理还有个透明果实，虽然卡普给科比挡了溪流的一刀，但是对于藤虎来说，藤虎想说哦，隐身啊，还真是个棘手的能力，毕竟在藤虎眼里人均透明果实。不死鸟果实，马尔科的能力很帅，幻兽种高回复，确实是颗很好的果实。不过当看到吃了仰卧起坐果实的人越来越多，瞬间感觉不死鸟果实好像也不独一无二了。看皇表示，什么不死鸟，我可是从鬼岛开始死到快结束都没死透的存在，仰卧起坐到别人怀疑人生。土皇表示，什么不死鸟，马尔科打到一半就虚了，我可是从头到尾活蹦乱跳，基德、索隆、德雷克、CP0 谁也奈何不了我。整个鬼岛凯多在上面车轮战，阿普在下面车轮战。锦皇表示，什么不死鸟，这就是我的被动。马尔科满血接了卡普一拳被夸上天，我残血头接4皇一棒毫无大碍，我说什么了？而且扛4皇的技能能用脸接的绝不用手，所以虚假的不死鸟马尔科，真正的不死鸟鬼岛上的各位皇。人人果实人形态，也就是乔巴的果实。别说这个果实狗还真可以吃，因为这颗果实差不多就是为动物量身定做的。至于说人吃了有什么作用，尾田确实也给了一个比较惊喜的答案，那就是人吃了也许能更好的做个人。海贼王里那些令人迷惑的姿势，在海贼王里会发现有些人的习惯性姿势非常接地气，比如路飞经典的亚洲蹲，而比亚洲蹲更多见的是很多人都有翘二郎腿的习惯，多到这都可以说是一种二郎腿文化了。很霸气的场面就是3大将在顶上战争登场的时候，赤犬和黄猿自然的就翘起了二郎腿，就因为显得不合群的青雉没翘二郎腿，所以赤犬心怀芥蒂，后来就断了他的腿。但是青雉真的不翘二郎腿吗？青雉明明也翘，腿没了知道翘了，显然青雉当时纯属就是看不惯赤犬。除了大将，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也包括草帽团众人，其姿势大概可以分为低调含蓄型和张扬嚣张型2种。要说谁最能翘二郎腿，倒还不是大将，而是罗的二郎腿才是翘得飞起，刚登场的时候在翘，躺着休息的时候也在翘，不得不说这样是很舒服，但时间长了腿容易麻。在回忆里，罗宾和罗2个人是比着翘，甚至吊在山治肩上的时候还在翘，那罗站着的时候总不能翘了吧？不，罗站着的时候也会战士二郎腿。还有一些恶魔果实能力者的一些招牌动作，比如罗宾的花花果实、明哥的线线果实、福克西的迟缓果实、女帝的甜甜果实、罗的手术果实等等吧。理论上这些手势都是自创的，不过屏障果实有点特殊，最奇怪的是2任屏障果实的使用者都用了同样的手势，黑炭禅丸和巴托洛米奥甚至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正当很难不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有使用说明书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巴托曾经说过手指打结张开防护网是他童年就知道的，那加上黑炭禅丸曾经确实有侨居和之国海外的经历，这如果是关于屏障果实手势的伏笔，那这个伏笔就太细了。还有3种姿势，模仿难度虽然不高，但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一个是弗兰奇的经典姿势，但是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只穿一条内裤或者什么都不穿，还能做得如此舒展，那应该是很少有人能模仿的了，毕竟这比的就不是柔韧性了，而是脸皮。第二个，女帝的王之灭世，灭世程度直接是头都仰到后面去了。这个姿势除了需要极强的柔韧性，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闪到腰，主要是这种门户大开还看不到正面的姿势，感觉会很没有安全感。第三个，明哥的走路姿势，这个六亲不认的走姿模仿出来也许不难，但是真要走在街上可能会挨打。还有一些姿势模仿难度很高，布鲁克45度倾斜，这个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实际上不借助工具的话很难保持像布鲁克这么规则的三角形。虽然是很无厘头的姿势，但却能帮助布鲁克自娱自乐，缓解孤独。2年期间他还尝试过把难度提高到40度，但好像失败了。路飞用脚鼓掌，用脚鼓掌倒是不难，但是路飞这招还有进阶版，在表达兴奋高兴的时候，
路飞就会扶着什么东西小蹦起来，而且两只脚掌要合十连续蹦跶，这个好像真的挺难的。萨博的龙爪拳，食指和中指并拢，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尽可能的张开空间，而且手指还要向下弯曲，模仿出龙爪的形状。做不出来这个姿势，刻意模仿的话，感觉手都要废了。维奥莱特的手势，他使用蹬蹬果实的手势，不得不说很反人类，两只手摆出类似 OK 的手势，然后还要将手翻转贴到眼睛上，除非拥有路飞那种可以随意翻转躯体的橡胶体质。索隆的三刀流奥义需要把刀给转起来，而这个牛顿看见也得默默躺回去的姿势，甚至难倒了真人剧，因为索隆是用手指转笔一样转刀的。看来索隆不光咬合力惊人，指力也了得，能做出近海之王和果实能力特效的真人剧，面对索隆的三刀流，直接用起了最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上胶带。山治的踢击串烧，这个姿势首先需要一字马的功底，当然一字马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对山治来说更是基本功。但是串烧这个技能的发力很诡异，是战士一字马，然后还要在空中旋转，像转子一样向下攻击，同时稳稳落地后还保持王子的优雅，可以说是模仿不了一点。既有背景又能惹事儿的草帽大船团。德雷斯罗萨之后，草帽团终于有了一支麾下大船团，当然这完全在路飞意料之外，但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跟他们的老大一样，大船团来头不小，惹事儿也是一把好手。如今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捅娄子了。1号船迅美海贼团，首先从身份上来说，犬心菜和山治的背景差不多，都是一国王子，而且当王子期间都经历过苦难，只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卡文迪许因为太受欢迎而被流放时，当时身边仅仅有74名手下和5亿贝利生活费，他评价自己的人生跌入了谷底。目前卡文迪许在搞些什么还不清楚，但一点都不怀疑他搞事的能力，毕竟在流放隆美尔王国的时候，就因为第二人格血洗此地，喜提隆美尔的莲佑这么酷的称号，被迫当了海贼，以2.8亿的悬赏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超新星。2号船巴托俱乐部，巴托在草帽一伙面前看起来是个逗逼，但巴托出海前是混黑道的，在家乡东海可是150个镇子的老大，在对付路飞的敌人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嘎舌头，就可见巴托不是好惹的。在偶像光环下，作为150个镇子的大哥的巴托居然兢兢业业干起了销售，不得不说巴托的 KPI 绝对是销冠级别，在红发的地盘上烧了红发的海贼旗，接受了当地的投降，挂上草帽团的标志，然后强行让一个镇子的人都购买路飞前辈的徽章。当时巴托和红发都很久没有在主线出现过的时候，有传言说红发带人去揍巴托了，不过现在看来红发倒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暂时并不打算找巴托算账。3号船八宝水军，老蔡的背景也足够显赫，八宝水军之前还有1到7宝水军，所以老蔡家相当于诸侯级别，而且家族还有兵之大陆下的大金库。在得岛之后，老蔡因为有了 Baby 5，回国就把跟2宝水军的联姻给取消了，虽然被2宝水军栋梁给暴打了一顿，但老蔡和 Baby 5的婚约还是照常举行。继承了家族栋梁和奥义的老蔡，兵之大陆近在眼前，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当然 Baby 5是负债的负，而老蔡之后干的最牛逼的事情，还是在世界会议上用无上大脚后跟和小人族的雷欧爆 K 了天龙人的头。上一个这么酣畅淋漓的还是路飞，被路飞打的那个天龙人也是他。果然小弟们随大哥，不愧是草帽大船团的人。4号船 3X 格斗联合，破坏炮艾迪欧是个长手族，搭档布鲁基利是个长腿族，还有帮过路飞的2个逗逼赏金猎人小弟，目前就这4个人。他们在得岛之后的冒险比较搞笑，他们起初都不是海贼，出海的船还是奥隆布斯给的，然后半道遇到了一伙长手族和一伙长腿族互殴，他们4个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上去就干，把两边的人都给打了。原来这是长手族和长腿族持续了1000年的争斗，但是艾迪欧、布鲁基利这哥俩不仅和平相处，甚至还是搭档。艾迪欧他们下手太重，把船都给打坏了，赏金猎人小弟提议用没坏的零件再拼一艘船，就这样那些打架的长手族和长腿族被迫营业，而且都是两分组混搭干活，一帮人气呼呼的合作，2个族群的老大还在后面吵。本来以为艾迪欧收了这帮小弟就完了，结果他嫌太麻烦了就不管了，修完船干脆就走了，留这帮人在孤岛自生自灭。艾迪欧他们也正式出道，仔细看船上还有一大堆财宝，他们4个可以的，把人打了一顿，让他们修船干活，临走时把人扔岛上自己卷钱跑了，是当海贼的料。5号船东塔塔海贼团，小人族不仅是在对付明哥的时候发挥了作用，还帮助德岛重建，深受居民和国王的喜爱，所以德岛人送给了他们非常有意义的一艘船。小人族在世界会议期间还担任了利库王的贴身侍卫，在老蔡打天龙人的时候，小人族船长雷欧也参与了，当然小弟惹事儿大哥买单，路飞今后怕是闲不下来了。6号船新巨兵海贼团，由海尔丁为首的5名巨人族战士组成，原本是巴基雇佣兵公司的招牌，结果因为神之信仰，海尔丁直接在巴基那里辞职，倒戈草帽团了。海尔丁背后是埃尔巴夫，是海贼世界最强的国家，也是大妈心心念念的种族，拥有巨人族的帮助，那势力上必然增强一大截。恰好这一路上草帽团，准确的说是乌索普跟巨人族混得很不错。7号船约塔玛利亚大船团，
草帽大船团一共5640人，奥龙布斯的舰队就占了4300人。毕竟奥龙布斯是专业提督出身，他是一个叫斯坦丁王国的冒险家。在草帽大船团成立后，奥龙布斯就向自己的国王递交了辞呈，国王怒不可遏。话说，虽然奥龙布斯是一个能铸飞索龙的猛男，但他的卧室居然打扫得如此精致。没错，奥龙布斯是个有洁癖、非常细致，以分钟的精度来执行计划的船长。船员卫生不合格就会被严厉教训，比如11点准时转航当海贼起航，带着原本属于国王的4300人和56艘船溜了。奥龙布斯含泪告别，国王下令开炮狂轰。下午3点制定海贼行动计划，下午4点发动转航当海贼的第一场战斗，4点半占领城镇。结果没想到这个城镇意外贫困，奥龙布斯却倾囊相助，留下了很多物资就走了。下午5点，在小镇人民的欢送下，作为海贼的一天结束。不得不说，这确实也是草帽团经常能干出来的事儿。草帽大船团这又是招惹四皇，又是暴打天龙人。路飞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不过路飞应该不会觉得自己摊上事儿了，毕竟这些事儿大哥可早就都干过了。海贼王里那些可爱的小设计，草帽一伙还有一些人都有各自的 Q 版头像，一般是在行动中便于展示他们的位置的时候用的。在地图中突然出现这种头像，就感觉还挺可爱的。早在空岛的时候，路飞、索隆、乔巴、罗宾需要笔直的往南走的时候就用过，这画的标题名为各自的南方。然后在司法岛撤离阶段，这里乌索普的头像是横过来的，因为当时索隆山治正抬着乌索普撤离。可恶，这种地方也这么细节的吗？然后顶上战争也有很多这种设计，到了德岛，这种设计堪称用的炉火纯青了。有新的人进入战场，也会加入新的头像，另外他们的头像也会随着装扮的变化而变化。索隆的表情风格一般是这种很正经的，而罗宾通常都是笑得很乖的表情，每个人还不大一样。在和之国，这种小设计也频繁出现，当然也有了大和的 Q 版头像，呆呆的。到了弹头岛，这种爱好更加疯狂，一口气给了草帽团 CP0 和战逃丸、炽天使还有贝加朋克的一大堆。然后就是草帽一伙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眼睛形状就会变成对应的东西。路飞的眼睛会变成肉，娜美的眼睛会变成贝利，山治的眼睛会变成心，乔巴和路飞也能，只不过乔巴是爱上了一只母鹿，而路飞依然是因为肉。路飞、乔巴、乌索普、弗兰奇，他们4个看到帅的东西，眼睛就会变成不灵不灵的。在这之上，路飞的肉还能冒热气，娜美的钱还能像老虎机一样滚动，山治的星星眼还会砰砰跳。至于索隆、慎平和罗宾，很少有这种设计，也许也就他仨的性格比较稳重吧。哦，还有个布鲁克，好吧，布鲁克连眼睛都没有。当然罗宾身上怎么能没有可爱的设计？罗宾的想象画面就非常奇特。熊在提到自己是肉球果实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猫的肉垫。路飞和罗宾是能力者不能过河的时候，罗宾想出了一幅索隆、乌索普驮着他俩过河的画面。路飞把德雷斯罗萨说成德雷斯罗婆的时候，罗宾想到的是穿着连衣裙的老太婆。之后在乌索普讲述路飞怎么偷取路标历史正文，然后悄咪咪的到达拉夫德鲁的时候，也出现了类似的想象画风。看来乌索普是继承了罗宾的真传。然后就是梅利号和桑尼号是能有表情的，也许是因为有传灵的关系，这2艘船都有灵性。从空岛掉下来的时候，梅利号和伙伴一样露出了惊恐的表情，眼珠还弹出来了。路飞和乌索普打架的时候，虽然表面上是海水，但还是能感觉到梅利号哭了。后来桑尼号在去渔人岛的途中也做出了惊慌逃窜的表情，并且还能根据各种情况做出无语或者晕了等表情，很可爱。很多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变小，越看越可爱的那种。最开始是路飞因为3档漏气后体型会变得很小，不过2年后路飞3档就没这副作用了，但还有别的办法。剧场版里的倒退果实把娜美和乔巴变小了，罗宾重返18岁，布鲁克也年轻了12岁，结果都说没看出来。乔巴因为超级兰波球的副作用也变得很小，但其实他是变成了一个小宝宝样子的老头。波妮靠能力也能变成古灵精怪的小孩。然后是飞页的设计，飞页故事大概分为故事、其他人物特辑、草帽一伙特辑3类，在这里面会记录一些那些暂时下线的人遇到的奇特冒险，连成一篇一篇的小故事。草帽一伙还有其他人也经常以单章的形式出现在上面，虽然有些和主线没太大关系，但是因为主要是展示的是日常，所以感觉还是挺好玩的。人类化后的动物，海贼王里除了有各种奇珍异兽，还有毛皮族，他们具有动物的习性，像是猫腹蛇老大依然抵挡不住逗猫棒的挑逗，狗类毛皮族独爱布鲁克，加洛特的各种用品都有胡萝卜图案，贝波很怕热，所以只能靠伙伴们给抬出去。他们也有人类的特征，直立行走，会说话，甚至会功夫。而乔巴虽然不是毛皮族，他就是纯动物，但是卡了个 bug， 吃了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也能变成类似的。感觉最可爱的那就不得不说279集到283集这5集片尾的海贼小剧场了。这5集分别是乔巴超人、草帽一伙接受采访、草帽一伙变大婶、草帽一伙变黑帮争老大、草帽一伙变怪物。由于画风和语气过于可爱，剧情过于离谱，不得不说乍一看真的是比正片还好看系列。路飞关注的重点总是很清奇，路飞会对很多跑偏的东西非常好奇，所以路飞的关注点乍一看总是很奇特，但仔细一想好像确实也是那么回事儿。在可可西亚村的时候，阿健大叔和老鼠上校还有一批海军朝着路飞迎面走来，
路飞露出很震惊的表情，本以为路飞是慌了，毕竟自己是海贼嘛。结果路飞的惊讶不是因为海军，也不是因为阿健满脸的伤疤，而是被阿健大叔头上的风车给帅到了，并且夸赞阿健是帅哥。路飞对帅哥的认知真是独特，不过也是一个人头上有个风车，这怎么能不酷呢？在香波地群岛，罗和路飞第一次见面，当时还是罗主动搭话说海军来了，但相比于罗，路飞更在意那只熊是怎么回事。之后罗宾跟路飞说这人是特拉法尔加罗，是个海贼，结果路飞依然没在意罗，路飞反而问那只熊也是海贼吗？想必此时罗内心是很懵逼的，我这么酷的说了一大堆台词儿，结果这个沙雕都没看我一眼。2年后路飞和罗冰火岛相遇，这一次路飞终于在乎罗了，但是对罗表达了感谢后，立刻又问那只会说话的熊呢？能让路飞如此印象深刻2年的东西真不多。也许多年之后一提特拉法尔加罗，路飞得想半天是谁，但你要说身边有只熊的男人，路飞绝对秒想起来。因为这种事儿不是没发生过，在帮助路飞回忆马尔科的时候，伙伴们有说不死鸟果实的，有说白胡子身边一番队队长的，这些都不好使，只有罗宾完美拿捏了路飞奇特的关注点，一句长得像菠萝的那个，路飞直接秒想起来。在冰火岛，路飞罗一会儿被凯撒关起来的时候，凯撒拿着罗的心脏折磨罗，路飞一开始还很担心，但后来看罗没什么大事儿，路飞的重点就跑偏了，路飞甚至开始赞叹起，哇，你好牛逼，没有心脏都能活。罗当场去世。路飞遇到珍贵物种的时候，他的关注重点往往也很莫名其妙，他会好奇人家会不会拉屎，并且会直接问对方。在遇到布鲁克的时候，遇到人鱼凯米的时候，甚至2年后遇到夏利夫人的时候，路飞都当面问了他们会不会拉屎。愚人岛霍迪琼斯公开向草帽一伙宣战，路飞全程严肃脸，还以为他准备正经对待此事，结果路飞最后居然很开心，因为霍迪的话估计路飞是一句没听进去，他的关注点是霍迪手上自己4亿版本的悬赏令，高兴自己的赏金又涨了。在德岛竞技场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选手，工作人员把这些高手一一介绍完，路飞的关注点显然又没在正经事上，而是问工作人员管不管饭。到了佐屋，毛皮族跟草帽一伙讲述了四皇凯多的部下旱灾杰克是如何入侵佐屋的来龙去脉。听完后，估计路飞什么四皇什么入侵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因为路飞对杰克是只猛犸象更感兴趣。还有革命军的新闻登上报纸后，路飞拿到报纸，显然对龙并没有反应，而是直接把视线集中在哥哥萨博的照片上。很久之后，路飞才注意到旁边有个叫龙的人就是自己的爹。娜美很疑惑，路飞不应该对自己神秘的老爹龙有点好奇吗？毕竟在水之都的时候，路飞也知道了自己父亲是世界头号罪犯，罗宾2年期间也受其照顾。看来路飞还真不是对龙没有兴趣，他甚至是直接差点忘了龙是自己的爹，因为路飞觉得自己长得并不像龙，转而又担心萨博去了。龙此刻想说，真是笑死我了。在蛋糕岛，路飞被击，双方谈判。单平一开始问路飞，凭你的直觉，这家伙能不能合作？此时房间里的氛围还是剑拔弩张的，路飞瞪着眼睛，还以为他在认真思考单平的问题，结果这么长时间他其实一直在努力确认那个显眼包是不是凯撒。最后路飞本来认对了，然后又被凯撒忽悠错了，然后又被娜美提醒对了。路飞一些奇特的重点还在一些认知上。在愚人岛，单平和路飞老是因为作战计划发生分歧，单平很崩溃，后来知道原来路飞是不想当英雄，因为英雄要把肉去普度众生，而海贼是拿肉来开宴会的。单平真懵了，原来路飞的点在这儿啊。单平直接就说那肉给你，你听我的，然后路飞就同意了。所以路飞关注重点的风格一向如此，老是整出一些莫名其妙但还确实有点意思的点。藤虎的一系列操作越来越卧底了。随着革命军在玛丽乔亚的战斗细节公布后，发现藤虎的友军属性一点都不次于荒原。藤虎最离谱的技能就当属是动不动就拽陨石，这一次藤虎居然要在玛丽乔亚拽陨石。最卧底的是藤虎虽然瞎，但心如明镜。萨博乌鸦2次恩系，林德伯格会飞，莫里会挖洞，对方上蹿下跳，一个陨石下来一个也砸不中，倒是能顺利团灭天龙人，直接帮龙队建功立业。作为2年后登场的大将，藤虎上任以来干了3件事：装糊涂误伤海军，诚心气死赤犬，有意无意削弱世界政府。首先藤虎打海军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很荒唐？但是藤虎拽陨石这招虽然是无差别攻击，但是一直以来却总是会误伤海军。藤虎第一次拽陨石是在德雷斯罗萨的格林比克，当时二话不说一个陨石就下来了，明哥和罗2人都呆了，不是吧阿 Sir， 这么大一块到底是砸谁啊？最搞的是陨石下来，原本剑拔弩张的3个人一起在那削陨石，最后一看藤虎狠起来连自己都砸，但是一想还是藤虎会玩。藤虎最恨的就是这帮七武海，因为自己身份原因不能直接对七武海动手。藤虎想说大家可都看见了，是陨石先动的手，我可没动手，毕竟我自己也在陨石的攻击范围内。然后第2次拽陨石是冲着罗和草帽团去的，这个就很卧底了。藤虎之前都已经知道罗有调换东西的能力了，结果这俩陨石把自家军舰给砸了2洞，这操作堪比顶上战争的时候黄猿翻回来把自己家城墙给炸塌的操作。这个时候藤虎在船上一边惬意的吃面一边装糊涂，哎呦大意了，原来罗桑在下面呀。藤虎揪明哥寄生线的时候是眼观6路耳听8方，这个时候开始装瞎了，真是有军无疑。
第3次拽陨石在德岛操作也是极其迷惑，也是在和萨博过了2招后，了解对方能力后拽了颗陨石。最搞笑的是，陨石在燃烧，而萨博是刚吃下烧烧果实。萨博表示：“大叔，谢谢你助我一臂之力，是不是觉得我还不够燃啊？现在我燃起来了。”所以说，如果藤虎真的在玛丽乔亚拽陨石，藤虎直接就是加冕卧底王。德岛那颗陨石被鸟笼切碎掉下来，萨博一点事儿没有，倒是把一帮海军砸得够呛。手下吐槽藤虎拽陨石之前不发预告，藤虎又开始装糊涂了。第4次是在狂热行动里拽陨石，放完一招就不管了，根本不知道这玩意儿会砸到谁。但是现场的海贼们各有妙计，还有巴托在呢，能躲过的几率大。大部分海军是真没法躲，所以藤虎这一下子还是想团灭海军。其实有一次机会，藤虎可以好好利用他的陨石，那就是路飞离开德岛的时候。但这么好的机会，藤虎又不用陨石了，改用蓄力了，蓄到最后也没砸下去，变成了给草帽一伙践行了，跟黄猿抬腿半级等雷利又是如出一辙。除了这种明显的区别对待，然后就是气死赤犬，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藤虎和赤犬话不投机半句多，每和藤虎说一句话，赤犬脑溢血的进度就加1。藤虎的一些操作的出发点是正义，恰好呢也在有意无意的削弱世界政府。就比如废除七武海制度是藤虎一手推动的，赤犬其实一开始是明确表示反对，当时藤虎就忽悠赤犬，你就大胆的废除吧，放心，赤天使会出手，世界一定会发生巨变的。结果赤天使的作用没怎么发挥，七武海还抱团了，而且还要去争夺 One Piece， 这是世界政府最不想看到的。赤犬疯了，藤虎，这就是你说的巨变。藤虎表示，哎，我可没说往哪个方向发生巨变。赤犬说，你真溜。所以藤虎作为大将中的一员，存在感还是挺高的，无不在贯彻最能被接受的正义。与其说藤虎的操作越来越卧底了，倒不如说这才是未来海军该有的气质。明哥在推进城里看了多少假新闻，在最新的一话扉页又见到了好久不见的明哥，撒西不利，怪想他的。爱笑的明哥为什么不笑了呢？一脸的怀疑人生。这还要从明哥被关进推进城就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说起。但好在平时有人给他送报纸解解闷儿，但是这报纸明哥是越看越上头。首先头版头条就是德岛之后没多久，路飞的赏金飞升到15亿，成为5皇。明哥呵呵一笑，心想这谁编的假新闻啊？要说假新闻，我可是鼻祖级别，编都不会编，别整什么5皇呀，干脆直接写4皇算了。这报纸真有意思，先睡了。结果过了2天，明哥一看报纸，路飞4皇了，明哥哈哈一笑，冷汗直冒。但很快看到下面，凯多大妈一同战败于鬼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现在报纸都能当热血漫看了。前几天路飞打我都要靠别人给他拖时间，他能打赢凯老大，别开玩笑了。除非有哪个4皇在教这个草帽小子，这不一眼假吗？路飞打败凯多，那大妈是谁打败的？明哥翻到下一页，哦，一个戴着棉帽的家伙，一个红头发的家伙。等等，罗？明哥直接就是一个大跌眼镜。再一看赏金30亿，明哥表示 fake news， 这报纸一天比一天离谱。现在世界政府为了不让犯人了解外面的真实世界，都这么丧心病狂了。要这么说的话，路飞罗，我在德岛1打2还被偷袭，我还差点赢了，原来我这么强。带着些许的离谱，明哥昏昏入睡。早上起来看看今天又有什么新鲜的假新闻。头版头条印着一张3人头像的海报，仔细一看都有谁？明哥哈哈大笑，当年死都不跟我合伙的沙鳄鱼，还有高冷孤僻的米霍克，居然会给别人打工，看看他俩的老大是谁。随后明哥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巴基的4皇大头赫然入目。明哥直呼越来越不懂世界政府的操作了，完犊子，一副扑克牌里俩王，我成小王了是吧？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也可以不给我牢饭，甚至可以不让我把眼镜戴，但是你们不能给我这么假的报纸看。明哥心想，这一定是世界政府为了诛我心才搞的假新闻，一定不能进了他们的套。接下来看一下战斗板块，缓一缓吧。但明哥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不是红发一刀秒掉30亿的基德，就是卡普一招制住青雉，再有就是罗根4皇黑胡子打得有来有回，死里逃生。明哥哈哈大笑，现在战斗板块也这么营销号了是吗？以前的新闻都是动不动几天几夜的打，现在一刀一拳就解决了。明哥表示，我是看出来了，这玩意儿就是推进城狱警写的同人小说，一眼假。下一页是萨博在玛丽乔亚搞事的一些战斗细节被进一步披露。萨博等革命军队长不仅救走了熊，还毁掉了飞龙之蹄标志，破坏了粮库。萨博藤虎，听到这俩名字，明哥再也笑不出来了，瞬间感觉死里逃生的是自己才对。看来我鸟笼里面当时可真是关了不少大人物啊！原来当时在外面打太极的这2个，哪一个都能拿捏了自己。但仔细一想，明哥又笑了，这报纸天天都这么假了，我会信？明哥心想，继续，我都要看看你们还能编出什么更离谱的假新闻给我看。明哥合上报纸准备睡了，此时报纸里调出一张十字工会发布的悬赏令，55颗星，赏金55亿，悬赏海军英雄卡普。明哥默默地说了句，你们牛逼。鬼岛上的百兽海贼团名不虚传，鬼岛补习班想学你就来，名师1对1辅导，学不会不准走。百兽之所以是百兽，这里除了远近闻名的凯老师，还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老师们。首先就是尽职尽责的靳老师，为了等索隆从屋顶上下来上课，硬是在下面保存体力等着索隆来。靳老师一眼就看出了索隆现有的不足，
对研磨的掌控力不够，霸气水平还不够顶尖，情感还没有进入状态，所以接下来晋对这方面也是良苦用心。当然晋首先定下了这堂课的基调，战斗中的定式和流派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颗强烈的求胜心。索隆立刻就领悟到了，撒开手脚的索隆和晋的战斗也很快渐入佳境。在初期，晋的身体素质和冲击力要远高于索隆，不止一次的要把索隆撞下轨道，但也是在这期间，索隆用出了空离枪，弥补了空战的不足。当然，最让人想哭的是，索隆在舍身救3代鬼射的时候，马上就要坠倒了，晋直接就是把索隆踢回了岛上，还非常暖心的说了句：“你为了救刀，命都不要了。”这句话细细一品，好温柔。而且晋还顺带把河道一文字也踢给了索隆，经典的学不会不准走的名场面。晋为了让索隆了解到自身霸气的不足，还专门敞开双臂，让索隆练练手，明白自己哪里不够好。结果不管是研磨还是河道一文字，都不能破防晋。也正是晋的如此的引导，索隆的内心情感才进入了状态，不仅能驾驭了研磨，还被激发出了霸王色缠绕。随后晋老师故技重施，复习了一下之前的错题。这一次索隆没有被晋的刀缴械，而是弹开了晋。在索隆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自己后，晋老师非常欣慰，倾囊相授，下课。另一边是因材施教的奎因老师，作为加治的前同事，他非常了解杰尔玛，了解三治，所以在奎因绞杀三治的时候，那是体罚学生嘛，显然是奎因良苦用心，他在帮三治激发体内的潜力。奎因老师的方式果然很有效。那接下来三治的不足是斗志不够强烈，心魔过于严重，学习过程中非常迷茫。结合这一点，奎因老师非常聪明，以毒攻毒，不断提到杰尔玛来刺激三治，还趁着三治迷糊打了女人，让三治以为是自己打的。三治的2大雷区被彻底踩爆，三治冲散了心魔，抛弃了战斗服，斗志到达了顶点，魔神降世，破碎一击，终结了奎因。此时奎因的旁白响起：“三治，你不用知道这一切，只要你安好，你就只管前进吧。”最后倾囊相授，下课。除了这2位，其实凌空六子也有很努力的在教。首先福兹福老师虽然在实力上远不如慎平，但是为了把太阳神尼卡和橡胶果实的过去讲给大家听，福兹福即使手指折断，手腕被掰断，也强撑了下来。当时虽然觉得福兹福老师很啰嗦，都脱堂了，但是现在为他的良苦用心而感动。黑玛利亚老师也是良苦用心，他的课更注重情感教学，为了让三治明白伙伴的意义，逼三治向伙伴求救。玛利亚老师表示：“三治，你的老师是奎因，我这边另有安排了。”然后又给罗宾和布鲁克放出了足以让他们俩变得脆弱的幻觉，但是罗宾和布鲁克都战胜了心魔，因为他们有了最好的伙伴。玛利亚老师很欣慰，情感是最能激发人的潜能的，一环扣一环的情感升级，没有辜负玛利亚老师的努力。罗宾终于觉醒恶魔形态，倾囊相授，下课。另一边，提木老师的课上的有点费劲，因为提木老师的教学宗旨是不要过分依赖机器，作为真男人，自身的强大才是真的强大。所以提木费了老命的破坏弗兰奇将军，为了什么？功夫不负有心人，弗兰奇将军被破坏掉了，弗兰奇用自身的力量打败了提木。提木老师的旁白响起：“这周你依然是个真男人。”润体老师也贯彻学不会不准走的原则，对付娜美、乌索普这2人就该用紧迫感来激发潜能，还有就是不断欺负小玉，给娜美和大妈叠 buff。润体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就一路猛追。为了让娜美有时间策反宙斯，润体老师还不惜用自己吸引大妈的注意力，被锤了一顿，真的是良苦用心。最后成功让娜美用出了和天后棒融合的超级宙斯，完成实力飞跃。所以练习2年半不如鬼岛2小时。草帽团大多数人在课后都完成了质的飞跃，所以正因为有了百兽，才有了更好的草帽团。草帽一伙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别人很羡慕的事情，自己拥有着觉得无所谓，可是那是别人想要还得不到的。最搞的是当事人对这件事儿还完全没感觉。首先就是路飞，海贼女帝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这事儿换到别人身上那真是做梦一样，但是路飞对这事儿完全没有概念，所以就随口一说和女帝是朋友，就这还把三治给刺激到了。要是路飞说女帝喜欢自己，想和自己结婚，三治高低得原地晕过去。索隆、小紫和他睡了。作为和之国的花魁，能获得小紫的事情，那是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没有这门子的事儿。连小紫自己都觉得这是件很难得的事儿，还问索隆开不开心。不过获得花魁自愿服务的索隆根本是油盐不进，还说你还觉得挺光荣的是吧？这事最羡慕的还是目击证人布鲁克了。不过布鲁克更牛逼啊，他睡的是四皇大妈。三治获得了男人的浪漫战斗服。虽然说当初死也不用的三治终究是没有逃过真香定律，但因为杰尔玛的关系，三治始终是嫌弃的，还当着奎因的面给踩爆了。可是作为男人的浪漫，路飞、乔巴、弗兰奇还有北海的迷弟们怎么可能不羡慕这种装置？简直是做梦都想体验一下。路飞要知道三治暴殄天物的话，遗憾的心情那得是和没能拉上狙击王上船是一样的。娜美威霸上手就会，作为能用身体感受天气的天才航海士，驾驭方向和海流如同吃饭睡觉，普通人要训练10年才能驾驶的威霸，光月玉田和路飞都先后在这上面栽了跟头。然而娜美上来就会，还玩得得心应手，路飞当时看到都快羡慕死了，甚至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很不服。罗宾自我感觉一般的情报能力，在和之国，罗宾伪装成艺妓进入黑炭大蛇的府邸，很快获得了决战当天大蛇的起床时间，要送去鬼岛的贡品内容。
凯多喜欢的东西和手下组织结构，对方的兵力和武器数量。然后罗宾还很自愧地说自己没用，只得到了这点情报。看十郎直接就懵逼了，夸罗宾牛逼，言下之意是你把我组织的老底都揭干净了。当时在场的伙伴加起来都没罗宾一个人知道的多。乔巴有和娜美罗宾共浴的特权，当时乔巴因为毛皮上落了很多火山灰，被罗宾邀请一起洗澡。首先乔巴对人类女性没有想法，还推辞说今天不适合洗澡。乔巴没觉得什么，布鲁克倒是来劲了，请求乔巴带自己一个。布鲁克说自己没有作案工具，是不是也可以？罗宾直接冷酷地回了句不要。布鲁克的心都伤透了，布鲁克连心脏都没有。乌索普赏金力压得岛的大佬们，明哥当时发赏金的时候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最后乌索普发现没有自己，本来都暗暗窃喜又躲过一劫，结果明哥最后给乌索普了个全岛最高星级5颗星5亿，爱他就把最好的给他，明哥可谓是爱之深恨之切了。看当时周围的人还有路飞索隆的反应就知道这事儿有多离谱了，因为当时路飞索隆包括罗都不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当然也因为这事儿，乌索普的官方赏金从3000万直接飙到2亿，都压过当时的山治了，全团第3。弗兰奇真是一把羡慕住。弗兰奇几句话的功夫造好一座桥的基建狂魔手艺，当时索隆、山治、乌索普都惊呆了。这桥甚至都不是敷衍了事的临时桥，还有护栏和雕花，但是弗兰奇自己却不以为然，他甚至对护栏上的雕花不太满意，说再稍等一下，他想再修改一下。这工匠精神属实是太过于离谱了。布鲁克轻松收割历史正文。当布鲁克从头盖骨里拿出3份历史正文拓本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愣了，只有当事人布鲁克风轻云淡，还转而关心佩德罗的情况。其他4皇都梦寐以求的历史正文就真的这么到手了吗？一旁的布鲁克仿佛就是撒了泡尿一样简单的回应啊，是的。所有人又惊了。盛平轻轻松松11亿赏金，七武海制度废除后，原七武海的赏金也陆续解冻，盛平在和之国轻松拿捏福斯福，提升到11亿赏金。说实话，因为现实原因，盛平的赏金也被压得厉害。不过盛平作为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显然对他的赏金没有太多感触。可山治可是羡慕的都快觉醒尼卡形态了，所以有些优势在自己手里不自知，在别人那里可是日思夜想。关于这点，想到路飞曾经说过的话，我不会剑术，也不会航海，不会做饭，更不会吹牛，所以他找了相应的伙伴，选择无条件信任伙伴。在这上面，伙伴们也从来没有让路飞失望过。海贼王最变态的是，越变态越有人爱。在海贼王里，变态不仅不是个贬义词，对极个别人来说，甚至还是一种捧杀。海贼里有很多开始看起来是个变态，当然也确实是，但后来觉得变不变态无所谓了，但本人真的很有魅力，讨人爱。海贼王里有这样一群新人类，也就是人妖了。小冯刚登场的时候，因为是第一个登场的人妖，当时疑惑海贼王里还有这节目，而且打扮得很怪异，除了有点自来熟没觉得啥。不过打败老沙后，草帽一伙回到船上的时候，索隆让小冯往边上稍稍，小冯还很礼貌。再就是为了当初欢乐的友情，主动帮草帽团引开了海军，之后再推进城里和路飞重逢。如果没有小冯的话，别说路飞，整个越狱大队一个都跑不了。当然路飞也为小冯无意间觉醒过一次霸王色，可以说路飞也真的当小冯是伙伴了。小冯的运气也没有很差，不仅没有死，现在还在小一万之前的地方过得很开心。说到小一万，也是路飞的救命恩人。如果说小冯也就是身份奇葩了点，而小一万是不仅人恶趣味，果实能力更恶趣味。不过后来觉得在可爱面前，变态好像都不是那么耀眼了。小一万这个顶级社牛，不管在麦哲伦还是赤犬还是盛平这些大佬面前，都能不正经的耍宝，技能都特别沙雕，但好像非常实用。在推进城和另一个变态小萨蒂上演了一出变态之间的对决，一个擅长鞭打，一个擅长捆绑，史上最虐的打斗。那场面麦哲伦看了也是很沉默的。虽然这两人是货真价实的变态，但相比这个，感觉更多的是都很有趣。不过话说，革命军的变态真的很多，除了小一万和他卡马巴卡那帮手下，北军军长乌鸦他是怎么做到看起来既变态又很帅的？东军军长贝洛贝蒂上半身好像没穿，下半身我猜也是对称的。南军军长一只会玩高科技的狸猫，还有4大军队长的手下看起来也不是正常人。当然这些可以勉强不算，但西军军长莫里好像真的是个变态，长相身材都非常魁梧，但是下半身穿了超短裙和泡泡袜是什么鬼？这种变态程度就好像是凯多穿了身 JK， 而且还会妖娆的舞裙子的那种。莫里的说话方式还有伙伴对他的调侃都非常耐人寻味。革命军汇聚了这么多有趣的人，卡普和路飞身边好像都是这种人，所以严重怀疑龙的真实性格也逃不出家族 buff。 海贼王里经常会出现一对高度相似的对手的对决，当然也包括变态。如果说小萨蒂和小伊万是一对变态女的互相折磨，那弗兰奇和塞纽尔就是一对变态男的浪漫。不怕变态多变态，就怕变态懂浪漫。其实第一次看到塞纽尔登场的时候，没想到他是真人真事儿，只是根据以往的规律，见怪不怪的把他归类到了海贼王里变态中的一员。何况弗兰奇第一次见塞纽尔的时候就称呼他是变态，官方认证了属于是。不过后来都知道了，说塞纽尔是海贼王里最深情的男人不过分吧。他和弗兰奇的对决中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招式，但是看得很爽。
最后呢，一个喝可乐的人答应愿意陪你喝酒，属于是两个变态真男人的相惜和共情了。所以都说尾田不懂海贼王，但是真懂男人的浪漫。现在来看，里面的变态都各有魅力，他也是很懂变态的。草帽一伙那些可可爱爱的小习惯，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标志性的小习惯，就是那种出现次数不是很多，但不经意间透露着可爱的。首先，路飞很喜欢拍别人的后背，而且拍起来就是啪啪啪一顿狂拍。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特别高兴的时候，逮住谁拍谁，在快进入伟大航路的时候，因为过于亢奋，拍完山治拍索隆。第二种是夸赞别人，路飞会用拍后背的方式来表达。在弗兰奇介绍船坞系统的载具后，路飞表示非常喜欢，对弗兰奇咣咣一顿拍，然后弗兰奇突然一个经典动作把路飞给撞倒了，严重怀疑弗兰奇是故意的。然后见识到人鱼凯米能和鱼交流，并让鱼群在海里画画的时候，路飞也拍了凯米。还有娜美被猫狗夸赞是了不起的航海士，路飞虽然不懂，但是觉得自己选的航海士肯定是最棒的，又是对娜美一顿猛拍，不出意外被娜美给打了。山治喜欢撅屁股，山治一郁闷的时候就喜欢撅屁股，而最郁闷的事情莫过于总是跟他过不去的悬赏令了。第一次是喜提全世界最丑悬赏令，第二次是因为名字上带了文斯莫克，第三次就是最新的悬赏金被盛平压了一头。不过山治在报纸上看到维奥莱特公主的时候，也兴奋地撅起了屁股，撅得老高，多少是过分妖娆了。索隆喜欢舔刀，作为剑豪舔刀耍酷一点也不奇怪，看索隆那娴熟的舌技，估计也是平时没少舔。不过索隆舔的更多的是三代鬼彻，河道一文字除了咬在嘴里，好像从来没有舔过。当然索隆最好不要舔到河道一文字上，因为河道一文字已经砍过鼻屎了。罗宾喜欢用手托着下巴，罗宾平时喜欢坐在一旁看伙伴们打闹，或者独自思考一些东西。这个时候罗宾最常做的动作就是这个非常稳重温柔的姿势，而且当初罗宾2次悄悄登上草帽团的船都有摆出这个动作，感觉很有神秘姐姐的气质。乔巴喜欢捡小木棍，乔巴这个习惯是受路飞的影响，当时在空岛的时候，路飞随便捡了根木棍，乔巴看到了觉得很好玩，后来自己也捡了一根，没想到2年后乔巴回到香波队群岛的时候，手里还攥着木棍，所以怀疑乔巴是不是2年前的那根木棍根本就没有扔掉，而且在剧场版里乔巴手里也有。娜美喜欢吐舌头，娜美其实很喜欢卖萌，时不时的展示她那小舌头就是其中之一。娜美吐舌头的时候，就说明她已经在动脑子了，而且大概已经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娜美最后的一下吐舌头，给人一种小贼猫古灵精怪的感觉。弗兰奇喜欢做他的经典动作，情绪到位的时候，小臂紧贴，身体倾斜，再加上他那句经典的口头禅。不过想做到如弗兰奇这么舒展，还是有点难度的。弗兰奇除了自己喜欢做这个动作，作为最会搞氛围的一员，他还会感染到别人一起做这个动作。你不会还要教你。除了方块姐妹，2年期间还有基东一家。这个动作原本呢，手臂还要跟着转几圈，还有配套舞蹈，但是2年后好像省略了，动不动就直接开始 super。乌索普喜欢竖大拇指，活泼好动的乌索普小动作有很多，不过最标志性的还是用大拇指朝向自己，一般就是发表类似自己8000步下这种预言的时候，或者给自己壮胆的时候。还有就是添油加醋，对东海之后的伙伴讲述自己在东海如何带领路飞打败强敌的故事。这个时候也就乔巴会信以为真。布鲁克吃完饭就会打嗝加放屁，布鲁克经常性的饭后习惯。这个其实和弗兰奇的动作类似，看起来没什么，但是打嗝加放屁同时做，好像还挺有难度的。关键是布鲁克看起来完全没有这种功能，就很神奇。每次布鲁克饭后做这个习惯的时候，都会受到山治和娜美的鄙视。慎平一懵逼就会流汗，草帽团可以说让慎平发现了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群人，所以慎平在认识路飞到加入草帽团这期间，懵逼流汗次数逐渐递增。每次懵逼，慎平都会显得很呆，再加上反射弧有点长，什么事儿慎平总要默默思考一下，这是什么神操作，而且时常伴随着流汗的表情。所以草帽一伙好像每个人都有非常贴合他们个性的小习惯，不是很经常出现，但是都是些不经意间的可爱。海贼王里的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体质，海贼世界打打杀杀，随时被嘎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人的体质就非常令人迷惑。先说2个非正常人体质，警卫门之所以被称之为锦皇，不只是多次给凯多下马威，还有他在凯多面前那堪比动物系的生命力。在和赤鞘武士一起在屋顶迎击凯多的时候，警卫门就结结实实的挨了凯多的一棒。本以为警卫门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结果不久之后就带着赤鞘众人砍了大蛇的几个脑袋，健康状态看起来精神倍儿棒，吃嘛嘛香。之后凯多从屋顶下来进行扫除计划，可能是看到警卫门还活蹦乱跳，有辱自己4皇实力的威名，凯多怒气爆满，这一次丝毫不留情，一棒爆头正中警卫门的头盖骨，而且还缠了霸王色，警卫门整个人都瘪了。凯多表示这一次这货要还不死，我作为4皇颜面何存？那凯老师可能要失望了，警卫门不仅没死，还想挣扎着站起来。说实话，就算路飞脑门子上挨一记雷鸣八卦，必然也是当场就白眼了。
警卫门呢，男人是真男人，但他这体质呢也确实真离谱。随后凯多补刀，但恰好警卫门被罗斩断的身体当时没有拼接完美，暗暗躲过了斩击。正当警卫门庆幸还好看十郎这狗逼已经死了的时候，旁边的看十郎可要让警卫门垂死病中惊坐起了。这哥们儿还活着呢。看十郎曾经被2次重创，鬼岛大战开局被小菊砍倒。要说小菊念在旧情，没有下死手，那后来警卫门的绝情一击也没能嘎掉这个奸细。警卫门和看十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两个人一直在比仰卧起坐，看谁腰力好。要说警卫门看十郎这种非常人体质是和之国武士的标配，那迷惑的一点来了，阿修罗童子和乙藏的体质就显得正常的有些不正常了。阿修罗童子深受玉田和凯多的赏识，曾经砍伤过旱灾杰克，在九侠里的实力也是较强的一档。结果阿修罗童子被看十郎的假玉田给炸死了。海贼王里的炸弹众所周知，尤其是2年前根本炸不死几个人，2年后的炸弹牛逼到离谱。佩德罗在蛋糕岛粉身碎骨，大妈在鬼岛被炸得没爬起来，后来掉入岩浆死了，这个消息至今还不敢相信。在海贼王里，要说这种级别的人被炸弹炸死，就感觉鱼人被水给淹死了那种感觉。现在看来，有淹无伤的定律要有所改变了。乙藏是在和 CP0 的战斗中战死的，乙藏以1敌2，和那个高个 CP0 指枪对手枪极限1换1，光荣下线。问题出在乙藏的战斗细节被省略了，死得非常突然和可惜。指枪这种技能感觉轻轻砸鱼是可以的，真没见过哪个大佬被指枪给捅死的。何况乙藏是白团主力队长之一，指枪确实是击垮重伤乙藏的致命一击。不过想起警卫门可以用脑门扛霸禅，乙藏的胸膛却不能扛指枪。所以说，与其说乙藏的死不能被接受，是乙藏的死法不能被接受。关于这种体质上的差异，还有更离谱的，比如古伊娜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虽然具体不知道古伊娜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但是海贼王里面这么嘎掉的人还是头一回见，就是正常的有点不正常了。相比之下，之前说的2年前的炸弹炸不死人，主要是集中在乌索普身上。乌索普非正常人的体质就不用多说了，阿拉巴斯坦这种头盖骨粉碎、鼻子粉碎、全身粉碎的伤痛，在乌索普身上也不止出现过1次2次了。所以刚开始乌索普会给人一种海贼王里的人都很抗造的错觉，可往后的事实并不是这样，抗造的人越来越抗造，脆皮的人那真是各种莫名的嘎嘣脆啊。海贼王中的10大神术，海贼王里有很多神奇的东西，但奇特又容易被忽视的就是那些矗立千年的神术了。有些术甚至关系到海贼世界和恶魔果实的起源。这期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见证过沧海桑田的10棵树王。1. 白萝卜树。在路飞2年修行的那座猛兽岛上，有一棵外形很像萝卜的树。路飞选择把草帽存放在这里2年，是因为这棵树所释放的气味可以驱逐野兽，这个地方也就成了岛上唯一安全的地方。在强者世界里，金狮子那里也有类似的植物，当时乔巴都快被熏晕了，非常讨厌这种植物。金狮子的这些植物对人也有害，人吸多了这种气体也会中毒。路飞的那棵白萝卜树对人是无害的。2. 巴姆大王，蛋糕岛诱惑森林的老大，四皇大妈手下比较高级一点的霍米兹。巴姆大王应该仅次于宙斯、普罗米修斯、拿破仑和海浪房间，但是巴姆大王的命运很悲惨，先是被克利亚削掉了头顶，然后被阿德曼的慢刀劈成了2半，缝好之后，在和草帽团逃跑的路上，又被大妈一招微果给轰掉了半个身子，最后被普罗米修斯给烧成了渣。巴姆大王为草帽团和他那昙花一现的爱情付出了太多。3. 亚尔奇曼红树。香波地群岛是最奇特的岛屿之一，因为城镇坐落在这些巨大的红树树根上，这些树会分泌出特殊的天然树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形成了这里的泡泡文化。和空岛的空贝类似，泡泡特产满足了这里居民很多生活需求，泡泡车、泡泡摩天轮、泡泡手提袋等等。因为这些树，这里还有着一群特殊的职业人群，那就是给船贴膜的镀膜师傅。4. 鲸鱼树。生长在象贝佐屋的一棵外形酷似鲸鱼的大树，也是毛皮族和光月一族世世代代情同手足的象征。树的里面被改造成了藏有历史正文的秘密基地，而且还是块红色路标历史正文。旱灾杰克为了抓雷藏，扫荡佐屋了好几天，就是没发现这么显眼的树有问题。5. 全知之树。奥哈拉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当远古巨兽象主还是个宝宝的时候，这棵树就是祖宗级别的了，因为象主1000岁，而这棵树的年龄超过5000岁。全知树藏有自古以来全世界学者们的重要文献，不过在22年前，世界政府对奥哈拉发动了屠魔令，整个奥哈拉和全知之树在炮火中被摧毁。在最后时刻，奥哈拉的人把重要书籍扔进了湖里，尽可能的保留了一部分历史和真相。6. 巨大藤蔓。在空岛的神之岛中央有一棵高耸入云的藤蔓，不过它并不是加雅岛的原生植物，在冲天海流把一半加雅岛怼上天空时，正好被这棵藤蔓给贯穿了，黄金钟也恰好被顶到了更高的地方，以至于艾尼路在这待了好几年都没有找到。这棵植物看样子也至少是好几百年了。在空岛决战路飞王者归来的时候，不得已将这棵藤蔓给砍倒，给娜美路飞当跑道了。7. 艾尔巴夫神秘巨树。在大妈的回忆里，艾尔巴夫有一个比例非常恐怖的参天大树，因为据大妈所说，艾尔巴夫的一切都比其他岛更大，包括岛屿本身，毕竟是巨人国嘛，一艘船就赶正常的几十艘大，所以这棵树究竟有多大可想而知。8. 杨树夏娃。提到亚当夏娃，可能会想到圣经里的人类始祖，
海贼世界里的2大神树就以他俩命名，这2棵树会不会和海贼世界的起源有什么关系呢？杨树夏娃的全貌还不曾见过，但能看到仅仅是树根就比渔人岛全岛还大。香波地的那些红树在夏娃面前完全是 baby 级别。杨树夏娃将海面的阳光传导至海底1万米的渔人岛，渔人岛也因此有了正常的昼夜交替。9. 宝树亚当。传说某座岛上曾经发生战争，城市都被毁灭，但只有这棵树屹立不倒。后来人民在树的周围建立新的国家和城市，而且亚当宝树全世界不止1棵，售价也不菲，估计也是个庞然大物。弗兰奇抢的2亿贝利只是买了一部分宝树亚当，应该是一根树枝那种级别。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和草帽团的万里阳光都是用的宝树亚当打造而成，虽然阳光号也受过伤，但质量依然是肉眼可见的顶级水平。10. 恶魔果实之树。关于恶魔果实的起源一直是遮遮掩掩，不过就拿路飞的果实来说，在海贼王的前作《冒险的黎明》里，恶魔果实树确实是存在的。橡胶果实乃至其他果实50年才能结一次果。到了主线里面，橡胶果实真正的定义是尼卡，尼卡是传说中生活在一棵橡胶树中的淘气精灵，从头到尾总之都能跟树有隐约的联系，感觉确实有什么神奇的东西孕育出了这些奇奇怪怪的果实。好了，以上就是海贼世界里的10大神树了。虽然这些树并没有多少戏份，只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沉默的见证者，不过还是能感觉到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皆有灵性的感觉。这就是草帽一伙的默契。草帽团这些人平时都是哪里需要自己就往哪里填，互帮互助，不过他们也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与不擅长什么，所以在战场上就会发现他们都在默契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首先路飞会直接找人家 BOSS 单练，一个字莽就完了。罗的总结就很精髓，路飞是个非常优秀的拉仇恨的工具人，给伙伴们提供操作空间。而索隆除了是路飞最可靠的副手，通常对位敌人的2号人物之外，低于失血量2000cc 的单子一般不接。2年后还好，2年前索隆的亨利衫上多少带点血腥味，因为身上的伤就没好过。索隆2年后几乎没怎么掉过血，但是在鬼岛上那么几个小时，把2年后该掉的血又掉回去了，扛了一下双四皇的组合技，没那坦度没那魄力谁敢接？所以索隆几乎没变，在团队最无助的时候，索隆永远可以站出来担起草帽团的命运。山治属于是灵活就业，风味摇摆人，就像山治自己说的，你做不到的我来做，我做不到的你来做，相信自己，相信伙伴。山治2年前动不动就玩消失，然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山治总能比别人提前多想一步，别人还在懵逼，山治就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山治大多时候还要兼顾对位敌方的3号人物，不过2年后从冰火岛到德岛，山治打架少了，因为他在当各种小队长，比如捞尸小队长、海军小队长、佐乌小队长等等。所以山治和索隆的区别就是索隆锁敌后就千万别动了，而山治可以灵活行动。娜美和罗宾这2个女性伙伴是相当重要的，首先他俩是山治的护花使者，没错，山治是花，娜美罗宾是2大护法，适用于在山治遇到女性对手的时候。娜美帮山治解决了卡利法，罗宾帮山治解决了黑色玛利亚。同时娜美和罗宾在战斗中同样属于智将，娜美是在对战 CP9 的战斗中唯一一个拿到2把钥匙的人，偷了卫曲1把，打败卡利法得到了1把。在和之国，罗宾则是在黑炭大蛇身边做卧底，不仅获得了关于火焰祭典的各种情报，连黑炭大蛇当天几点起床都知道，满分的情报能力。乌索普的打法就是一物降一物，虽然我不是草帽团最强的，但是我能打你那边最 bug 的干部。乌索普就是这样。除了这一点，乌索普会用自己的能力给伙伴们及时打出支援，需要什么他就可以变出来什么，伙伴们几乎都得益于过乌索普的这些小玩意儿。布鲁克属于10项全能，什么位置他都能补。单挑大妈这是路飞干的事儿，对付剑客这是索隆干的事儿，奇袭修女的照片这是山治干的事儿，偷取历史正文这是娜美罗宾干的事儿，驾驶潜水艇这是慎平干的事儿，喝牛奶等于治疗这是乔巴干的事儿，专打 bug 这是乌索普干的事儿，往压缩机里装可乐这是弗兰奇干的事儿，就没有布鲁克不能干的。乔巴属于进可攻退可守的，妙手回春后勤保障，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乔巴作为战斗员的次数也很多，而且战绩颇丰，豁出性命守护过梅利号和桑尼号，这种宠物只值1000贝利，还要啥自行车？弗兰奇平时虽然不正经，但在团战中是相当可靠的，他是个很好的任务执行人。弗兰奇会用各种办法取得胜利，包括强吻德岛女厂长。慎平老大的加入可以说让草帽团的主力阵容更加牢靠，既有强大的实力，也有机智的头脑。在索隆走丢、山治嫖丢的时候，路飞会发现身边永远有个保驾护航的蓝胖子，所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登场机会。海贼王中那些好看的船，在怪物满天飞的海贼世界中，战船的火力都是其次的了，而一艘船往往是他们企业文化和个性的体现，承载着他们的梦想，非常契合一个海贼团的气质，可以说是他们最耀眼的名片。九蛇海贼团的香水游蛇号，看到女帝的船是不是有种亲切感呢？没错，女帝这边很多元素，包括这艘香水游蛇号，都是有中国风的特点。这艘船的灵感取材自北京颐和园的青燕坊，建筑结构和外轮都是基本还原了。青燕坊也叫石坊，正好和女帝的石化能力契合。除了海军军舰，绝大多数船在无风带是无法航行的，而女帝的这艘船，除了前面有2只巨大的游蛇，一对外轮也可以作为动力，能够自由进出无风带。
爱尼路的方舟针眼号，这艘船可以爱尼路的雷电能力作为动力，并且实现空中飞行。船底装有200枚喷风倍，即使动力系统短暂故障，也可以维持动力。在某航线里，爱尼路的船要氪不少金才可以得到。也确实，爱尼路造船的时候，他本人也没少氪金。船上带有黄金人像和一个神的字样，满满的金钱的味道。明哥家族的努曼提亚火烈鸟号，明哥的船真的是很有个性，而且很骚，一身骚粉，对应了明哥象征动物火烈鸟。这只火烈鸟也戴着和明哥同款的眼镜。明哥的船感觉还越看越可爱，应该属于是最好看的船之一了。红发团的雷德佛斯号，他跟随红发征战了很多年，在邀请耶稣部的时候，远处就有一艘大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在12年前风车村的时候也在，只是当时还没有现在看起来那么恢宏。随着人数的增加，红发成为4皇后，雷德佛斯号也进行了扩建和更霸气的涂装。哲普老板的海上餐厅巴拉蒂，作为东海最有名的餐厅，很多人包括一些海军官兵都会来这里品尝厨师的手艺。整艘船的形状是一条鱼，并且周围有2个升降式的鱼鳍甲板，能延展出更宽阔的空间。2年后，海上餐厅开了2家分店，一个是海底餐厅，这还没什么，而另一家店的 logo 是山治的那张悬赏令的头像，准确的说是迪巴鲁的脸。山治如果知道了，估计当场就情绪失控了。巴托俱乐部的前进路飞前辈号，这艘船就是巴托狂热追星的集中体现。船首部分是路飞，船尾是乔巴，中间的造型是梅利号的羊头，船上还种了娜美最爱的橘子。驱使这艘船前进的并不是船舵和风帆，而是在甲板中央的一个水缸里被屏障罩起来的路飞的生命卡。罗团的极地潜水号，罗的海贼船可以说是相当特殊的一个，它既是潜水艇，也有风帆，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进桅杆里，浮上水面就可以当船用。造型和涂装也有着鲜明的罗团个性，相当好看和可爱。同时上面还有高级的医疗器材和手术室，是最先进的移动医院。路飞曾经有幸体验过。基德团的维多利亚朋克号，这艘船的设计非常独特，它将恐龙骨架和船给结合了。船首是一个巨大的恐龙头骨，船身周围也包裹着恐龙骨架，很有那种结构感。恐龙头的嘴巴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宽敞的甲板，在主甲板的装潢上还镶嵌着一个看似巨人族的头骨。而且基德还说过，打败凯多要把自己的船首换成凯多的脑袋。基德这是有多喜欢骨头。俊美海贼团的沉睡森林白马号，卡文迪许不光是长得跟别人画风不一样，他的船也是，哪里是海贼船，明明是贵公子出海的游船。除了从头到尾亮眼的白马元素，船身的装潢、涂装、造型也非常的精致，桅杆上还挂着硕大的钻石，而且它的风帆和别人还不一样，它有那种褶皱式的花边，它的船也堪称是俊美。亚尔丽塔的可爱小鸭号，整艘船就是粉红色和满眼的小心心，那只鸭子也是心心眼。可爱小鸭号的气质适合小女生或者猛男驾驶。小冯的快速天鹅号，这艘船有一对外轮，而且船体较小，倒不如说是一艘快艇，造型各方面也很契合小冯的形象。粉色的风帆，船首是带着和小冯同款头饰的天鹅。大妈团的女王妈妈圣歌号和波妮的珠宝玛格丽特号，这2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首先，大妈的船不仅靠混混果实能力，仿佛是有船灵一样，有活着的灵魂。其次，大妈这艘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蛋糕，饿了直接吃船就行了。而大胃王波妮的船跟大妈团的一样，非常有食欲。乍一看还以为是大妈家族哪个干部的船。罗杰团的奥罗杰克逊号，这艘船出自弗兰奇的师傅传奇船匠汤姆之手，材料和桑尼号一样，都是由宝舒亚当打造。罗杰的船也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个到达过拉夫德鲁的传奇之船，船首有一对人鱼雕塑拖着前部的桅杆，酒红色加原木的装潢也很简洁低调，但不失尊贵。在与金狮子的海战中，金狮子的舰队因为恶劣气候全军覆没，罗杰团则是毫发无损。不过这艘船还是谜点重重，奥罗杰克逊号的下落和船上巨大的蛋是什么还暂不清楚。蒙奇蒂龙的温特格拉马号，龙本人虽然很低调，但他的船直接搞了条盘龙上去，看上去非常威严霸气。龙的船曾经开到过东海双月村，当时索隆就在龙船不远处刻苦修炼。多年后，索隆和这艘船的主人的儿子一起划着小船出海了。卡普的狗头军舰，一些海军军官会有自己的专属军舰，比如藤虎还有鹤，但像卡普这么会玩的还仅此一人。他的船首不光是有个雕着骨头的狗头，船上的建筑也不是正常军舰的指挥塔，而是小房子造型的狗窝。不知道卡普是不是给自己的船起名叫什么赤犬号或者萨卡斯基号。白团的莫比迪克号，船体的造型是一条鲸鱼，整体的气质给人一种纯净自由的感觉，如此简约的海贼船也是不多见的，也很符合白胡子的志向和白团的氛围。但是莫比迪克号已经在顶上战争中毁于赤犬的流星火山。金狮子的岛船其实就是金狮子用果实能力浮起来的一座岛，海贼王里最特别的存在。岛船的空间也非常大，是一座空中堡垒，前面挂了一个巨大的狮头像，看起来威风凛凛。德索罗的大德索罗号，虽然它可以当作船，但它也是一座货真价实的海上黄金城。爱尼路的黄金方舟在它面前也就是边角料的水平，富丽堂皇已经不足以形容大德索罗号的氪金程度。最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梅利号和桑尼号了，这2艘可爱的梦之船，一个上过万米空岛，一个下过海洋万米，
一个已经成为过去，一个终将创造传奇。从草帽团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其实除了船员外，每个海贼团还有一个特别的伙伴，那就是这些陪他们驰骋大海，让他们有一处安身之所的小船船。被搭讪的娜美与罗宾。娜美、罗宾作为草帽团的两大团花，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搭讪。相比之下，娜美被搭讪的次数比罗宾多很多，因为这方面娜美太会了，她可以利用这个捞点好处。在动漫和漫画中，娜美的登场方式虽然不一样，但一样的是，娜美都在通过被人搭讪而忽悠财宝，而且都顺利得手了。后来山治看到了娜美，仿佛是看到了一生的答案。山治不愧是老手，上来就一顿花里胡哨，看到索隆、路飞在那尬得抠脚，因为这是他俩一辈子都学不来的东西。不过什么都不如答应给娜美免单来的实在，终于是深得娜美的欢心。此后娜美又被海军大将青雉搭讪，被青雉称之为令人神魂颠倒的小姐，还问今晚有空吗？看青雉这张口就来的话语，洒脱自然的神情，一看也是个老手了。在水之都，娜美、罗宾被双双搭讪，娜美当时被一个大叔邀请共进晚餐，很快大叔被他老婆拽进去打了一顿，据说这是当地人太过热情的一种表现。罗宾则是被几个星星眼的人拦住，被评价方圆100里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乔巴来了句神吐槽，这里好多山治啊，而山治本人已经变成了护花使者，谁敢搭讪船上的女生，怒气值瞬间爆满。阿布萨罗姆那种不能算搭讪了，纯属是跳过了铺垫环节，靠着隐形果实逮住娜美、罗宾一顿占便宜，最后被各种 buff 叠满的山治暴打一顿。而阿布并没有善罢甘休，后来依旧抓住娜美想要亲亲，不仅逼出了娜美的见闻色，还被娜美喂了小飞棍。小飞棍来哦！2年后，娜美长发及腰，整个人变化很大，初回香波地就被人给调戏了，正是假草帽团的假路飞，让娜美来身边陪酒，而且这个假路飞的声音还是山治的。娜美也很横，连拒绝带蔑视一起还给了对方。话说这个假帽团一点都不专业啊，居然连娜美都认不出来，毕竟娜美的妩媚悬赏令在大海上还是挺出名的，阿健口中的征婚照嘛。因为这个还引起了多起对娜美的骚扰事件，前有阿布萨罗姆，后有文斯莫克永志，再加上那个天天对娜美悬赏令犯花痴的海军超新星泽帕。除了这种直截了当的，还有像警卫门这种蔫坏的，嘴上吐槽娜美的穿着，心里可是喜欢的不得了，竟敢眉飞色舞，让护花使者山治非常不爽。在和之国，警卫门忽悠娜美，在我们这儿，女忍者就是这样穿搭的。但是看到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忍，才知道警卫门这家伙真的坏得很。罗宾被人搭讪的次数虽然不如娜美多，因为两人走的路线不一样，罗宾属于生人勿近的感觉，但罗宾要真的开放起来，还要啥自行车？这不比花魁香，把黑炭大蛇迷惑的心驰神往的。在和之国，罗宾受当地人的欢迎程度似乎比娜美高，毕竟罗宾化身艺妓真的绝美。在鬼岛会场里，暗黑时髦打扮的罗宾被一个小喽啰给搭讪了，随后被罗宾一个手刀给打晕了。一旁的慎平吐槽罗宾是个可怕的女人。在花之都的混浴澡堂里，娜美、罗宾也便宜了这帮围观的人了。在这里还有个重点，就是池子里有一个透气的竹筒，没错，当时山治就藏在这水池里面，可以说尾田的恶趣味依旧稳定发力。好了，本期内容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 ，Thank you。草帽海贼团全员怪物。以前有个梗说，本以为草帽团是一群草根出海冒险，没想到是各种富二代出海体验生活。现在看来不仅如此，他们甚至都不是正常人，一个比一个怪物。当然怪物在草帽团里并不是嫌弃，而是对伙伴实力的肯定。路飞那奇特的果实能力自然不用多说，现在更是配得上怪物的称号。当时山治就是用连我们船长都是怪物，你怕啥这种话来安慰乔巴的。不过看似肉体凡胎的索隆被称为怪物的次数甚至比路飞还要多。早在认识娜美的时候，索隆就是血流了一路，架也打了一路，完了还活蹦乱跳，早早的被娜美归类为和路飞一样的怪物。后来罗生门劈火车把小弟们都给看傻了，被小弟们评价为就那种怪物还不是草帽团的老大吗？没错，他们的老大更怪物。不久之后，老大用脚劈军舰。再后来就更离谱了，因为在龙宫城里虐杀海贼被称为天生的杀人魔鬼刽子手。索隆反驳说，面对提刀而来的敌人，难道还要请他喝茶不成？而且索隆的坦度一点都不输路飞，扛伤害这一块你永远可以相信索隆，这要是没有怪物级别的肉体和意志是做不到的。山治现在也很难称得上是正常人了，刀枪不入，快速恢复。血统因子的觉醒让山治一度以为自己要变成和几个兄弟一样的怪物，但还好拥有了怪物的肉体，但保留了人类的情感。乔巴最开始可是深受怪物这个称呼的其害，搞得乔巴非常自卑。当时草帽团有路飞、索隆、娜美、乌索普、山治、薇薇，他们再怎么怪毕竟还是人，一只会说话的狸猫确实属于真兽级别的了。那是乔巴进团早了，因为他如果能先看到一副能说话的骨头布鲁克，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个怪物了。现在乔巴常常因为自己在草帽团怪物排行榜里排不上号而感到自卑。话说伟大航路确实神奇，确实无奇不有哈。东海五人组自从进了伟大航路，收伙伴的标准也逐渐狂野了起来。自那以后上船的船员也仅有罗宾属于人类的范畴，当然罗宾不怪则已，一怪惊人，觉醒了绝美的恶魔形态，也对得上他恶魔之子的称号了。当怪物索隆在龙宫城里嗜血的时候，娜美和乌索普蹲在一旁又开始嘀咕了，
哎，我们越来越像坏人了。哎，为什么我们船上都是这种人啊？哎，船长也是啊，以为他俩是正常人了吗？不，显然不是。娜美自带发缠，在船上谁见了他不跟见了怪物似的，分分钟秒杀草帽团3大主力怪物。乌索普普通人的灵魂是不假，但是怪物级别的肉体不服不行。他俩在这儿又开始草帽团的传统技艺，我吐槽我自己了。草帽团越来越怪物，还有一点传统就是，只要对方足够奇怪，路飞就会拉他做伙伴。要不是其他伙伴阻止，现在他们船上还会有一只僵尸独角兽、一棵僵尸大树、一只半兽人和一只佩罗娜的幽灵等等等等。从到达水之都前，路飞理想船将的画稿上来看，那会儿路飞压根就没有想找个正常人。最后弗兰奇上船，不仅不是人，还是个变态，怪上加怪，路飞很满意。然后就是布鲁克，不仅不是人，还是个音乐家，路飞很满意。之后是盛平，不说了，路飞很满意。反正草帽团已经10几年没有收过正儿八经的人了，就是逐渐物种离谱。草帽一伙在冒险中遇到过很多怪物级别的物种和对手，到最后没想到怪物竟是我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路飞他们从来不会在意伙伴和朋友是不是怪物，就像路飞在雪地里仰天高呼邀请乔巴，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看起来很好吃，当我们的储备粮吧。当然这是低情商的说法，路飞还是选择了高情商的说法，废什么话，一起走吧。所以再等等，总有人会接纳你，这是草帽团与众不同的温柔。路飞那些奇怪又可爱的技能，作为一块橡胶，路飞能在战斗中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所以路飞的一些可爱的技能不仅很实用，还能有效的侮辱到对手，而且有些沙雕能力他还不止使用过一次。橡胶大口吞初次使用是在和老沙的战斗中，本来老沙还以为愤怒的路飞要来真的了，结果居然是个这么沙雕的技能。老沙作为自然系自然不怕，但智商却感受到了侮辱，这让老沙很生气。后来在剧场版里，路飞同样使用过此招，吞过软糖果实能力者。可能路飞看到软糖能力就很有食欲吧，可实际上他的软糖巨难吃，很快被路飞吐了出来。本以为大口吞就是个纯搞笑的技能，但终于到了蛋糕岛变得有用了一次，而且还有了组合技。路飞利用橡胶火箭弹射出去，再用橡胶大口吞一口气破坏掉克利加的饼干。2年后，路飞连这种技能都变得有用起来了吗？不，路飞只是单纯的想吃。橡胶发呆和橡胶章鱼唯一一次使用是在对付艾尼路的时候，当时拿超前的心网没有办法，路飞急中生智，只要我没有动机，敌人就看不出我的动机，顾名思义发呆。果然晃的艾尼路一度认为自己的心网有 bug， 其实真的有 bug。之后路飞用反弹章鱼拳乱拳打死老师傅，很像是4档蛇拳的雏形。橡胶机器人盟友闯入司法岛的时候使用的一招，说是盟友，其实就是用橡胶身体绑架一个人做挡箭牌，让其他敌人无从下手。衍生招式有机器人盟友拳和机器人盟友踢。最开始的3档形态，最可爱的就是解除3档后，路飞会因为放弃而变小，然后被陆琪抓到后，小路飞还倔强的打了他一下，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不过2年后就不会再变小了，也算是个绝版的能力。橡胶 Jet 替罪羊，当时看似胡扯的能力，却没想到竟是强大的双4皇合体技，让世界第一大剑豪鹰眼蒙羞。可以说从心理层面将其秒杀，原理倒是很简单，从附近抓取一个东西替自己抵挡伤害。顶上战争幸运的巴基成了这个不幸的大冤种，帮路飞挡了好多刀。2年后，橡胶替罪羊有了一个改版，橡胶树枝，只是替罪的人从巴基变成了树枝布雷。路飞当时正被大妈的次女追杀，用布雷当盾牌玩得可嗨了。所以2年后，路飞虽然变强了，但那种奇怪沙雕而且还有点用的技能并没有减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橡胶 UFO， 初次使用是在冰火岛，通过旋转腿部获得速度加成、制空和清冰能力，形状非常像路飞开着小飞碟，所以这种形态看起来很好玩很可爱。第2次开飞碟就是在德岛，此招还有非常锋利的切割能力，路飞用这个清了一堆玩具士兵，然后平稳降落。橡胶答谢礼炮，这是在橡胶气球的基础上加强了一个技能，受到了雷利的指导，改良了以前主要用于防御而且胡乱反弹的缺点。路飞的答谢礼炮可以用双倍力度进行还击，而且精度提高了很多。路飞还会做出一个瞄准的手势，非常可爱。第1次用是对付狙击手雪山兄弟，这个技能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在德岛为了保护罗和牛，还有2个混子兄弟时也用过，在蛋糕岛躲避大妈子女的追杀时也用过。而且这种攻击方式还有更强的版本，就是4档保护形态下的橡胶加农炮球，这个技能属于现吃现用。克利架是来着了，第1个尝试被路飞从百草园弹到3位数屋，然后就是5档路飞下的一些形态了，甚至可爱沙雕到连画风都变了，身体比之前有更强的可塑性，所以可以做出更奇怪的姿态，不愧是被称为最胡来的能力。好了，本期就聊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留个赞为素材果实觉醒充能，谢谢。路飞不讨厌的敌人，路飞的性格往往是要打就打，对事儿不对人，不会以别人的立场判断人的本质，但路飞也不是烂好人，像陆琪、赤犬这种死追不放还很极端的正义，夺他伙伴杀他亲人的对手，路飞也是会记恨的。不过一个人本身的正直，路飞却可以与之共情。第1，原大将泽法，泽法因为对海军绝望，对海贼痛恨，走向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他要毁掉新世界，还夺走了路飞的草帽，妥妥的路飞的死敌。
虽然青雉透露了一些内幕给草帽一伙，但路飞表示他做他的，我干我的，草帽必须还我，海贼王我必须当。泽法和路飞最后来了一次信念的对决，路飞最终拿回草帽，开心的笑了笑，泽法也打痛快了，重新审视了路飞，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仇恨。泽法本质上并不坏，也不极端，他明白了路飞只是想要自由和梦想，是个好孩子。泽法让路飞继续去冒险，自己对抗大批海军，为自己的信念做一个了断。路飞不仅一口一个亲切的大叔喊着，远去的路飞久久望着泽法的方向，这已经不仅是不讨厌了，更多的是尊重。第二，大将藤虎。路飞和藤虎第一次相遇在德岛赌场，那时候路飞不知道眼前这大叔是海军大将，但藤虎知道这是草帽一伙，还知道路飞是个好孩子。后面路飞的所作所为，藤虎虽然看不到眼里，但都记在心里。路飞算是帮政府收拾了个烂摊子，以至于最后藤虎去抓路飞也是各种忍不住放海。路飞看藤虎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出于堂堂正正，什么我要放技能了，我要揍扁你了，都要事先提醒藤虎，还直言并不讨厌大叔你，搞得藤虎既无语又想笑。最后放走草帽一伙，还很遗憾不能看看路飞的样子，想必一定是一张善良的脸吧。第三，G5中将斯摩格。路飞和斯摩格从死敌到队友，与其说斯摩格经常站在路飞这一边，不如说斯摩格始终站在正义这一边。尤其是阿拉巴斯坦，路飞也是对斯摩格说出了我并不讨厌你啊这种话，完了还在那儿给的笑，斯摩格也是很无语。第四，原大将青雉。路飞遇到的第一个海军大将。青雉当海军的时候，他对路飞手下留情多少次了，路飞那是亲身体会。虽然没有对青雉说过我不讨厌你什么的，不过青雉应该也属于路飞不反感的原海军。路飞不讨厌的海军还挺多的，再比如克比贝鲁梅伯，路飞克比之间还有一个大将之约。总而言之，感觉除了赤犬就没有让路飞特别膈应的海军。第五，老沙。起初老沙和路飞打到各自急眼，但只能说缘妙不可言。老沙从一个要路飞命的人变成路飞的救命恩人，路飞不至于多喜欢老沙吧，但对路飞个人而言，他没有理由再讨厌老沙了。而且正所谓老沙出品必属精品， Mr. One、 小冯、三哥、罗宾开始都是老沙的人，但他们本质都不坏，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帮助过路飞，更是好多次救了路飞的命。罗宾还成了路飞的伙伴。一开始立场不同不重要，缘分到了挡也挡不住，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老沙可以说也是路飞的恩人之一。第六，卡塔库利。卡二从对路飞不屑到认真对待战斗，再到自废一颗腰子和路飞公平对决，卡二是个可敬的对手，他也慢慢认可了路飞，直到最后两人依旧有继续战斗下去的余力，只是卡二被路飞的决心和气势所折服，自动认输。路飞嘴上不说，不过他将外层的帽子盖在了卡二老师的嘴上，以表对卡二的 respect。 路飞如此郑重地致敬一个把自己打得很狼狈的敌人，卡二老师这是唯一一个。第七，凯多。原因是这俩人在屋顶上单练，还笑，看着还打出感情来了。路飞觉得酣畅淋漓，越来越有意思了。凯老师附议，就怕路飞来一句凯多成为我的伙伴吧。路飞也没有理由讨厌凯多，仔细想想，路飞对凯多的个人怨恨还不如路飞对大妈对黑胡子的重。凯多起初又没伤害路飞伙伴，也没针对路飞，反而是路飞打完凯撒打明哥，把凯多惹毛了，只因为罗当时说的拉凯多下马的提议。而路飞想成为海贼王，就至少要干趴一个四皇，顺便管一下和之国的闲事儿。路飞没有像赤鞘武士那样带着仇恨去打凯多，也实属正常，毕竟只是为了完成主线任务。除了这些，像巴基啊、凯撒啊，一开始都是路飞的敌人。巴基曾经弄坏过路飞的草帽，凯撒拿孩子做实验，只是后来也都帮过路飞，甚至救过路飞的命。现在也不能说是一伙的吧，反正路飞说不上多喜欢他们，不过也绝不讨厌。鹰眼曾经评价过路飞，路飞拥有这片大海上最可怕的力量，能把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变成自己人。确实，战后连鹰眼自己都免不了和草帽团沾亲带故了。总而言之，在这场冒险中，除了赤犬，大家都可以是自己人。见闻色霸气的不同发展方向。在 CP9 人均贵于铁块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铁块这种硬吃伤害的技能，只能说走得比较有骨气一点。可不是谁都能像凯多那样，不还手被一堆人捅尽兴了，还能活蹦乱跳。而见闻色霸气这个东西，在战斗中，先不说能把别人怎么样，拥有一个强大的见闻色，即使实力不济，至少也能操作一下。就像路飞第一次盲凯多，正面挨了一棒子，晕死过去。第二次，菲菲知道疼了，所以用了预见未来。第二棒雷鸣八卦，依然快到很难躲，但也只是擦破了头皮，没有大碍。俗话说打不过我还躲不过嘛，但俗话又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见闻色不仅分强弱，在察觉、躲避等基础功能上，还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在不同的情况下各有所长。第一类就是普遍公认的最强见闻色，预见未来方向，代表人物卡二以及卡二的学生路飞。和普通见闻色比，可以直接看到未来一小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敌人的攻防路径也会更清晰。不仅在婚礼上，卡二可以看到神父开枪射击山治，被山治躲过，在头脑冷静下，他可以随便用这个能力，非常之牛逼。
在镜世界里，当时路飞准备在卡尔面前开4档，结果路飞还没说呢，还没变呢，卡尔却先看到了之后路飞的形态。俺は死なねえ。ギアフォース。面白そうだな。路飞懵逼了，老哥你别抢词儿啊，我自己他妈都还没说呢。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在这种见闻色的加持下，路飞用遍了各种形态，也拿卡尔没得办法。蛇人形态那种速度快、会反弹、能拐弯的胳膊已经足够难躲了，但卡尔也能从缝里挤出来，和路飞正面决输赢。可以说卡尔的见闻色无限接近于无敌了。第二类超视距方向，代表人物耶稣布、乌索普、范奥卡。别人感受不到的气息，他们能感受到；别人看不到的距离，他们能看到。乌索普的见闻色，在德岛远距离狙击一战封神，他爹耶稣布也是能几十米外射中蚂蚁触角，而不伤及其他部位的精准程度。范奥卡也是在视力无法企及的距离上，精准的打下来3只海鸥，并知道其中1只没有被打死。超视距的见闻色，对狙击手来说那是如获至宝的东西。第三类聆听心声方向，代表人物以及王妃、藤虎。这种情感型见闻色，堪称是真正的读心术。以及王妃可以感受对方的所思所想和内心情绪，借此发表演讲，能让别人产生强烈共鸣，甚至可以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和意识，还能轻而易举地感化一个劫匪。他也可以感知泰格内心的巨大悲鸣。以及王妃的这种见闻色无法修炼，和霸王色聆听万物之声类似，属于与生俱来的限定版。藤虎有相似的能力，他眼睛看不到，可他能感受到德岛民众内心没有一丝丝的愤怒，也能清楚一个人的善恶。虽然藤虎能感知情感，但他的见闻色不仅于此，而是更加全面。除了见闻色的基础功能，藤虎还可以感知天上流云的动向和陨石的位置，甚至细如民歌的寄生线都可以轻易察觉得到，范围也特别大。藤虎不靠眼睛当大将，这见闻色当属是最顶级的了。第四类大范围精确定位方向，代表人物艾尼路、艾莎、科比、藤虎。艾尼路单凭心网，也就是普通的见闻色霸气，就是比较一般的那种。不过他配合响雷果实能力，几乎覆盖了整个空岛，用于窃听和降雷，这算是个很特别的开发方式。艾莎则是天生强大的大范围见闻色，在特别远的距离就可以感受到有几个人挂掉了。科比在顶上战争觉醒见闻色霸气，也是可以感受到某个位置的队友一个个倒下。这种见闻色对声音特别敏感，听到特别远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这种知道了太多秘密，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五类神经质方向，代表人物山治。山治也能感知比较远的距离，踢飞狙击手，在水下捞警卫门的身体什么的，而且尤其对女人的声音最为敏感，毕竟见闻色这是刻在他 DNA 里的感知能力。然后就是躲开了卡尔的糖豆，让卡尔直言发生了不可预测的事情，所以就有了山治预判了卡尔预判了山治的预判这么个梗。山治见闻色碾压卡尔那倒不至于，但是山治这种风吹草动瞬间启动敏感而又快的见闻色，就躲个糖豆什么的简直轻而易举，很强就对了。毕竟在人妖岛上的2年提心吊胆也不是白白遭罪的。曾经的逃兵王，未来的海军大将科比，海贼王里也不乏有梦想是去当海军的人，比如少年德雷克、赤犬、泽法等等。再就是科比，科比加入海军后，很快也遇到了一个满级号，成了卡普的徒弟。卡普也看出了科比的信念，毕竟科比最开始也是立了一个和路飞差不多的 flag， 那就是成为海军大将的男人。卡普想让自己儿孙继承衣钵是没谱了，不过喜提别人家的孩子，未来的海军王科比也算是意志的传承。起初科比在外表上的成长属实是惊艳，到水之都那会儿，剧情中也就2月，不仅从一个打杂的升为了曹长，也就是上士，连升6级，还长高了变帅了。从笨手笨脚到熟练用出 T， 从胆小鬼到敢单挑刚刚战胜 CP9 的路飞，但是一顿操作下来，路飞用绝对实力表示，哟，哪里来的这么拉的小鬼，半吊子体术就敢上，随后轻松把科比给放倒了。其实刚开始路飞、索隆根本就没认出来这人是科比，科比也意识到了和路飞的差距，不过科比和其他海军还不一样，路飞可是科比的恩人，也算是科比的引路人。虽说未来海贼王居然帮未来海军大将坚定了梦想这件事儿，确实挺奇葩的，但也确实如此。路飞有着天花板级别的格局，所以心怀感恩和梦想的科比，当时因为再次遇到了路飞、索隆，高兴到热泪盈眶，并在这里再次坚定了自己要成为海军大将的梦想。路飞也和科比约定，未来如果想和我战斗，那要当上大将才行。不久之后，到了顶上战争，科比、贝鲁梅伯2个憨憨，刚开始打算当逃兵，看到赤犬处理了一个逃兵后才作罢。之后科比稍微有了点思想觉悟，在战场上再次遇到路飞，但不出意外，被着急救艾斯的路飞一拳怼脸给打蒙圈了。虽然科比全场酱油，但他最后时刻意外觉醒了潜力很大的见闻色霸气。当时科比不仅能洞悉到战场的每一个角落，还能感受到大范围恐怖和死亡的气氛，知道队友们一个个倒下。这种对周围环境极其敏感的见闻色，倒是有点像后来大将藤虎的那种，能感知某种声音、情绪和氛围。
然后科比就挡在了杀红眼的赤犬面前，让赤犬停战。年纪轻轻就受到了面子王红发的口头表扬。有了面子光环，科比2年后才是真正的开挂时刻。在2年期间，罗策划了洛基港事件，引诱大批海贼去洛基港，然后收割心脏，交给海军，成为了七武海。在海贼闹事的时候，科比在这里保护了平民百姓，因此成了海军新英雄。再次登场就是世界会议篇，科比已经是大佐，也就是上校了。对比最开始是一共升了13级，这光环烟鬼感受到了尾田深深的恶意。当时科比被鲁梅伯从一伙海贼手里救出了一个国家的公主，还保护了利库王他们的船只。身为一个上校，水下追鱼雷，徒手抓鱼雷，这个应该是基操物六，主要是科比的见闻色。那会儿海军的船离国王的船队还比较远，再加上鱼雷在水下，那种气息实在是微乎其微，但科比就可以瞬间感受到，并及时化解危机。体术方面，剧场版里比较多，科比展示过 T、跃步和拦脚。CP9之后，6式体术学武器1，现在已经是一种共识。反正科比千万不要去学铁块就对了。再就是由卡普来教科比体术，另外那5式肯定没问题，只能是越来越强，越来越熟练。科比的武装色霸气倒是没有太多展示过，不过剧场版里感觉强度并不弱。2年前科比差点意思，2年后在科比身上倒是能看到海军后起之秀的影子了。但现在看起来，科比和路飞和海军大将还是有很大的实力差距。七武海制度被废除后，现在科比去亚马逊百合那边去读女帝了。海贼王的主角必定是海贼，所以科比的海军王只能被无限压缩，每隔1-2个篇章才会出来一次，但每次登场确实都是一次大蜕变。所以路飞、科比也是互为一面镜子吧，两人为各自海贼王和海军王的梦想而各自努力着。路飞和斯摩格的暧昧关系，曾经常常把斯摩格和路飞的关系比成是当代卡普和罗杰，但是后来这个模式就不攻自破了。斯摩格新世界4连跪过于拉垮，实力早就跟不上路飞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是感情上的化学反应，斯摩格表面上立场很坚定，但是他对草帽阵营的人网开一面已经不是1次2次了。拎得清善恶也是斯摩格很可贵的魅力，同时路飞也有让人慢慢喜欢上自己的魅力。两人不仅多次联手，如果斯摩格不是挂着海军的身份，甚至早就具备了加入草帽团的资格了，所以再追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反正怎么着都得放水不是？从罗格镇开始，斯摩格原本下定决心要让路飞出人头地前先让他人头落地，因此斯摩格一路追到伟大航路阿拉巴斯坦。机缘巧合下，路飞斯摩格成了狱友，跟路飞成为狱友，要么变成沙雕，要么变成自己人，很有可能是2样都占。关键斯摩格一个海军还跟路飞当了2回狱友，烟鬼再坚定也不可能避免往自己人这个趋势发展。路飞让索隆把斯摩格从水里捞出来，斯摩格认为路飞并不坏，接着就还了这个人情，放走了草帽一伙。路飞说并不讨厌斯摩格，此刻猛男斯摩格居然老脸一红害羞了。老沙被打败后，上面非要把功劳塞给斯摩格，斯摩格内心是很正的，既然不是自己打败了沙鳄鱼，几个老头子为了面子强行嘉奖，这让烟鬼反而对自己的上级很不满。之后没多久，在外出差的斯摩格听闻了司法岛事件，表示早晚要把路飞绳之以法。在顶上战争中，斯摩格一遇到路飞 DNA 就动了，逮住路飞一顿猛烈输出。只不过女帝及时救场，路飞才避免了开局5分钟直接又被原路送回推进城的结局。在根本立场上，斯摩格还是那个狠人斯摩格，暂时没有太多变化。然后就是2年后，斯摩格被提拔为支部中将，第一次登场在愚人岛海域。先去了新世界，预判路飞一定会来雷神岛，于是在这蹲点，结果路飞阴差阳错去了冰火岛。斯摩格那是路飞去哪儿他去哪儿。2年前他没抓到路飞，2年后可不一样了，斯摩格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结果还没见到路飞的面，就先让罗给干趴下了，心脏还被罗给夺走了，还被换了身体，战斗力下降。大家有缘千里来相会，又一起蹲监狱。上次的草帽狱友有索隆、娜美、乌索普，这次是罗宾、弗兰奇、罗，只有路飞没有被换掉。果然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之后斯摩格跟罗做了妥协，斯摩格看似在海军和路飞这边不断摇摆，立场不坚定，其实一方面恰好路飞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符合斯摩格所贯彻的正义，三观对路，对事儿不对人。说白了，斯摩格一直都是在贯彻自己的正义，还因为实力太拉了，想找几个人撑场面，这个就不提了，给烟鬼留点面子吧。当然个人感情确实也有夹杂。从阿拉巴斯坦结束，斯摩格得知路飞他们从缇娜眼皮子底下溜了，斯摩格语气里带着一丝高兴。那一次斯摩格多少对路飞有些好感，管他和谁合作呢，反正斯摩格他自己内心秉承的正义没有变味就对了。所以这一配合不要紧，整个 G5 海军居然跟着一伙海贼调查黑幕解救人质，甚至出现了山治指挥着一批海军解救人质突围的奇葩场面。后面斯摩格故意用烟雾果实能力正面挨打，只为从维尔哥那里偷回罗的心脏。当然烟鬼本来就打不过伟哥，这是事实，还不如发挥最后一点剩余价值，最后也成功帮助罗打败伟哥。战斗胜利后，海贼和 G5 海军一起开宴会的场面，那真是其乐融融，伙计们都忍不住说喜欢上了这帮海贼。
斯摩格只是低头不语，很无奈。其实烟鬼想说，我他妈早就喜欢上他们了。达斯奇带着孩子们返乡，草帽一伙离开后，斯摩格遇到了正在气头上的明哥。凯撒被抓走，莫奈、伟哥两个嫡系干部折在这里了。明哥不活扒了路飞和罗的皮，真是难解心头之恨。斯摩格无辜的成为了出气筒，是因为斯摩格死活也没说出草帽一伙的去向。烟鬼这人是真的能处。之后斯摩格连酱油角色都谈不上了，已经掉线很久了。偶尔剧场版里出来风光一下，表面上说你们是海贼，我要逮捕你们，结果跟海贼、革命军一起联手对抗大 boss 的时候，海军里他是上去的比谁都快，也是没谁了。海军里分鸽派和鹰派，鸽派还不如叫亲草帽派，毕竟卡普、青雉、藤虎、斯摩格的 G5 等等，他们是只对草帽团鸽，而斯摩格和路飞的合作履历也足以成为亲草帽派里资历最丰富多彩的一个了。海贼王里那些关于食物的喜好，说到食物，大多时候对路飞来说这是非常美好的事物。路飞包括各种肉类，能吃的东西太多了，算是不挑食的。但平日里喜欢大口吞，连老沙都敢吃的吃货路飞，也有不喜欢甚至再也不想吃的东西。比如魔古镇上一家店里的樱桃派，居然可以让路飞直呼难吃死了。但是与此同时，黑胡子却觉得很好吃。还有路飞自己做的随心所欲咖喱，果然这道菜菜如其名，完全是一副黑暗料理的品相。不说味道，光是看一眼就怀疑人生了，连路飞自己都难以下咽。还有饼干，倒不是路飞讨厌吃饼干，而是硬是被克利架给喂出了心理阴影，都已经撑哭了，又含泪吃下几百斤，发誓再也不吃饼干了。不过这也是饱腹下的正常现象，路飞要真饿了，哪还顾得上这些？相比之下，罗就简单多了，和克拉松一样，最讨厌吃面包，和索隆等人一样，喜欢吃饭团。罗在被带到船上的时候，本来还想负隅顽抗，稳住自己神秘、镇定、机智又让人琢磨不透的形象，结果被这一帮人轻松套出了自己的饮食喜好。草帽团里第一能吃的无疑是路飞，但有些时候，尤其是有甜食的情况下，乔巴不输路飞。别看他不变身的时候就那么小一只，只要是甜食，他能跟路飞一样猛，一次吃到爽。遍地甜食的万国可以说是乔巴的天堂，乔巴在这里的食量居然可以跟路飞一较高下。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饮食爱好，比如索隆喜欢喝酒，不管是伙伴还是陌生人，甚至是动物，只要有酒都能碰一杯，将进酒杯莫停。乌索普之所以经常钓鱼，因为他很喜欢吃鱼。不过有一种食物是草帽一伙都爱吃的，那就是章鱼小巴做的章鱼烧，这让草帽一伙都赞不绝口，连山治也不例外。像慎平和鹰眼也喜欢吃章鱼烧，连章鱼自己都不例外啊。慎平居然还有一件印着章鱼烧 logo 的衣服，而且鹰眼那把小刀不只是用来虐菜，看来有时候也没少当竹签、叉子什么的用。海贼王里很多人都喜欢吃零食，卡普可谓是狂热的零食爱好者，甜甜圈不只是卡二的最爱。卡普曾经有一个很奇怪的记录，就是5天5夜没睡觉，一鼓作气连吃842个甜甜圈，不知道换做卡二能不能顶得住。卡普以及战国都很喜欢吃鲜贝，战国甚至还会抢卡普的鲜贝吃。2年后，战国更是解放天性，直接就是零食不离手了。所以在海贼王里经常会出现各种关于吃的喝的这种元素，就看山治食谱一样的技能菜单，想必尾田也绝对是个深有研究的资深吃货。罗宾酱的奇特脑洞和审美，罗宾很喜欢用卡哇伊来夸赞，比如刚上船那会儿夸乔巴可爱，看样子罗宾很喜欢这种类型的萌宠，但后来越来越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在遇到地狱三头犬的时候，说三头犬卡哇伊，看到一只有着马面的海兽时，罗宾也直呼卡哇伊。还有就是在看到勘十郎画的那条龙的时候，罗宾全程感叹了好几次可爱。别说在罗宾带的节奏下，还真觉得这些奇怪的生物多多少少是有那么点可爱。重要的是，不管是什么奇葩的生物，罗宾有时候总能出乎意料的夸赞其卡哇伊。不是卡哇伊这个词儿有个性，原来是罗宾的审美有个性啊。还有就是罗宾的画作，这幅画看样子画的是乔巴，又或是自己和乔巴的抽象结合体，反正整体上来看具有浓浓的艺术感，但搞笑中又多少有点诡异。然而这幅画的名字居然是卡哇伊，那些奇怪的生物被罗宾感叹可爱，那都可以接受，但是这幅画也叫可爱，不得不说实在是很有个性了。而且罗宾还很喜欢一些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比如乌索普给他发明的僵尸浇花器，灰不溜秋的，浇水时好像还会发出很奇怪的叫声。但是罗宾对这件全身都充满奇怪元素的东西爱不释手，成为罗宾养花时的专用工具。其实早在草帽一伙到达恐怖三维船的时候，当时娜美还以为罗宾不愿登上这个看似离奇恐怖的岛屿，但是罗宾反而表示很喜欢很刺激。所以一个人或生物只要足够奇怪，路飞就想拉上船。
只要足够奇怪，也会受到罗宾的青睐，但托尼弗兰巴除外。罗宾既可爱又腹黑，可爱是因为像罗宾这种童年悲惨、人生经历多少有些黑暗的人，还能对这个世界保持卡哇伊的善意，就像罗宾的想象力，总能把一些事情和一些非常可爱搞笑的画面联系在一起。罗宾无疑是个可爱的人，当然还有腹黑的一面。罗宾的黑暗经历和他的职业素养又造就了他另一大特点——腹黑。除了能给涂装鲜艳的桑尼号起出暗黑丸这样的名字外，具有代表的一点就是因为担心走散或分开的伙伴可以一本正经、一脸淡定地说出一些黑暗而令人惊悚的话，所以罗宾既可以把事情和很可爱的画面联系起来，也可以和很恐怖的画面联系起来。比如乔巴会不会被撕成了碎片，娜美会不会被冻掉了四肢，他们会不会被幽灵给诅咒死了，他们会不会被来福枪打成了马蜂窝，他们会不会被鲨鱼给吃了，等等一系列关于分尸、勒死、吃掉几十种不同死法的残忍担心方式。所以罗宾的这种奇特的担心常常就是胆小三人组的噩梦。总之，罗宾的外表性格属于船上最文静的，但罗宾的脑洞和审美却是船上最调皮的。乔100在和之国的表现，乔巴在船上多从事储备粮、翻译官、船医诸如此类的后方工作，战斗一直不是乔巴擅长的，但也有怒锤 CP9 位曲、勇挡大妈的皇帝剑的亮眼表现。而到了和之国，乔巴终于可以用实力证明，论性价比最高的海贼，谁都得靠边，还得看乔哥。当路飞和基德两个憨憨一边较劲一边比谁更沙雕的时候，乔巴为草帽团先拔头筹，鬼使神差的活捉价值43亿8800万的四皇大妈一只，几十亿的四皇被100倍利的宠物活捉。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如果让口头禅这是个大新闻的摩尔港斯去报道，乔巴还不得直接荣升新四皇。乔巴一伙人喜提一个顶级打手，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利用大妈大闹监狱，果然不负众望，乔巴、小玉他们带了一波好节奏。大妈暴锤在这里只手遮天还敢护食的奎因，10多亿在40多亿面前还是太嫩。在这里，乔巴帮助包括路飞在内中了1灾弹的大伙解了毒，其业务能力被人夸赞。当然，乔巴还是一如既往的一被夸就上天。乔巴作为医生，他死对头就是没有人道的生化狂魔1灾奎因，但是100倍利的乔巴在这个13亿2千万的大看板面前完全没有要怂的意思。后面奎因拿出了自己最得意之作冰鬼，尽管乔巴身体一部分因此成了冷鲜鹿肉，但这种时刻可以永远相信乔巴。被人当成狸猫，被海军定位成宠物，乔巴证明了把它当宠物就算了，但一定不能把它当狸猫。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研制出了能抵消冰鬼的解药，用大炮打了出去，用最短的时间救下了更多存活的人，也救了已经抱着必死之心的冰野，然后理直气壮的赏给奎因一个大嘴巴子。因为乔巴的操作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还让很多奎因的手下倒戈。在生化大战上，乔巴完胜。当然，乔巴和奎因的对决还没有结束，有了强化版蓝波球的帮助，乔巴的怪物模式有30分钟，并爆摔了奎因。虽然作用微弱，但至少气势上没有输。重要的是，乔巴赏金只有100倍利，却能让10几亿的大看板显得很没面子。随着山治扛着名刀绿藻十字刃来救场，乔巴也得以为索隆疗伤。另外，因为30分钟的蓝波球，乔巴身上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但其副作用居然是一段时间内衰老的像个老头，这是什么奇怪的副作用？但不得不说，乔巴这一次的赏金，如果不再翻1倍的话，都对不起他在和之国如此惊艳的战绩。专业驯兽大师路飞，路飞一路上总能跟很多动物打上交道，甚至将他们驯服当作伙伴。其实有时候，路飞驯服的初衷只是在想他们身上的肉好不好吃。当时把胆小组吓得撒腿狂奔的3头犬，路飞见到他时反而是在想好不好吃，倒是把3头犬吓得魂飞魄散。但3头犬并不服，凶狠地咬住路飞。机智的路飞先是温柔地摸一摸它，让它变乖，看到3头犬放松了警惕，紧接着直接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拳成功驯服了3头犬，并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坐骑。没错，路飞驯服猛兽的攻略非常简单，1个字：打。海牛某某原本是阿龙的手下，结果被路飞山治给打出了心理阴影。之后在渔人岛海域再次见面，当时身为卡里布的拉船工某某还能记得自己当时被暴打的惨痛经历，当下直接就把自己的新老大给卖了。路飞和鲸鱼拉布也是打出来的感情，为了让拉布停止撞击红土大陆的执念，于是路飞假意和拉布打架，并且打成平局，不打不相识。路飞和拉布约定，等他们环绕伟大航路1圈后回来再决胜负，并且给拉布涂鸦上了草帽团的标志，告诉拉布头上的涂鸦可不能撞掉了。拉布表示那好啊，你要聊这个我可就不困了。拉布成功被驯兽大师路飞驯服，
在阿拉巴斯坦，路飞在这里还收了一群动物徒弟，功夫海牛，其战绩是轻松把乌索普给秒了。功夫海牛很喜欢和人切磋，只要输了就拜那个人为师，所以他们对路飞服服帖帖的。后来功夫海牛从报纸上看到了师傅的消息，所以为了模仿致敬师傅路飞，2年后功夫海牛在胸口上画了个叉，另外还展露了武装色霸气。2年期间，路飞被雷利带到了一座有几百只猛兽的岛上进行修炼。驯兽师路飞用过硬的专业技术把一群猛兽驯成了小弟。后来当这些猛兽小弟知道大哥在外面出人头地时，也会激动感动到泪目。在去往渔人岛的途中，路飞遇到了一只巨型章鱼海怪库拉肯。其实路飞跟这些有触角的海洋生物还很有缘分，在库洛卡斯那里遇到过一只。在空岛的时候，路飞得到了一只可以充气的章鱼，路飞还把章鱼藏在了裤裆里，从空岛上下来和后来逃跑时都用过。在这里，路飞也决定把库拉肯驯服成宠物，和索隆山治一起把库拉肯暴打了一顿。原本很暴力的海怪变得温顺起来，库拉肯有了一个新的称号小尤，也成了路飞的小弟，后来还帮助了草帽一伙。然后路飞的驯服手段就升级了，从拳打脚踢变成了用霸气和气势震慑对方。接下来又轻松驯服了一只海兽。在德雷斯罗萨竞技场，路飞用霸王色直接镇住了一头杀疯了的牛，让这头牛瞬间没了杀气，还给他起名乌西。路飞就骑着乌西，扛着罗，率领竞技场一众人揭竿而起，反抗明哥。有了这么多驯兽经验，路飞在和之国酒里滩头也不慌不忙的轻松驯服了狒狒和伯犬。当小玉展示了自己的团子果实能力后，让有着丰富驯兽经验的大师路飞大开眼界，直呼这种能力真方便。其实在海贼王里，会驯兽的不止路飞和小玉，像白星公主、索隆、宠物果实、推进城的小萨蒂。当然相比鞭策猛兽，小萨蒂在鞭策人的方面好像更专业一些，等等其他一些人，他们组合在一起才是海贼最强驯兽组合。那些看起来很废实际上很强的恶魔果实，在海贼王里有一些果实也许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强，不过一旦放到特定环境或者开发到极致，那还是非常好用的。四分五裂果实，这颗果实目前来看就是巴基用来搞笑的，但即便暂时是这种程度，就已经显得很有用了。首先就是免疫所有斩击和切割，巴基不惧怕锋利，那把刀横过来拍他是不是也得怕？但是如果有强大的见闻色加持，巴基完全可以做到提前分裂躲避攻击，就像卡二的提前形变，这完全就很难死了。目前明哥和卡二都展示了能改变环境的觉醒能力，路飞虽然已经被定义成了动物系，不过他也能把地板变成橡胶。按理说四分五裂果实应该更能符合超人系觉醒的特质才对，如果是那样，四分五裂果实甚至能玩出阵阵果实和手术果实的效果。只不过现在来看，巴基要么是没开发到位，要么是其实他能但他不知道。悄悄话果实，这是一直以来被评价为最废物的果实，相对来说确实废，不过就单单能和动物对话这一点还是挺有用的，因为海王类和象主都算是动物，想和他们对话都需要一些特殊的高端能力。悄悄话果实有时候还能当聆听万物的能力用。另外海贼王里开打之前都比较重视情报，所以充斥着各种卧底和耳目，尤其是鬼岛上，而悄悄话果实完全可以利用一些动物更宽阔的视野和轨迹去收集情报。烟雾果实，曾经谁都打不过的果实，现在谁都打不过的果实，但是造成这一原因的并不是烟雾果实很弱，烟雾果实还是很全面的，能力者能飞，能封烟，能操控烟雾捕捉敌人，不仅和烧烧果实相克，甚至也许还能克制闪闪果实。而且有一点和瓦斯果实比较类似，凯撒的瓦斯果实可以抽干空气创造无空世界，斯摩格的烟雾果实即便是没有毒性气体，起码可以烟雾封喉让人窒息才对。当然凯撒和斯摩格他俩一样是体术没有跟上版本节奏。记忆果实，海贼王里不乏很 bug 的果实，比较有名的就是童趣果实和幽灵果实，但记忆果实这个真的也很 bug， 虽然并不是具有攻击性的果实，但可以间接有，因为能力者可以读取、替换、篡改人的记忆，就比如布林把自己枪击雷九的记忆拿掉，接上了士兵开枪的记忆，雷九就会以为自己被士兵击中了，真传说中的断片了。往狠了说，改变一个人的记忆可以影响未来的走向，而且记忆一旦被篡改，你将变得不再是你，甚至变成另外一个人，还是很可怕的。波尼的果实能力，他的果实目前还没有官宣名字，一般都叫年龄果实，和剧场版 Z 里的倒退果实类似，但波尼所能控制的年龄范围更大，可以年轻也可以老化，还可以把年龄抽离出来变成珠宝。有了这颗果实，不仅能永葆青春，还不差钱儿，这是什么极品果实？当然物体也一样，路飞当时入门流萤后，第一件事就是内部开锁，结果波尼只是摸了一下锁，锁就整个老化掉了。有了这颗果实，溜门撬锁的话，流萤狗都不学。稻草果实，这颗果实看起来不强，主要是因为霍半仙痴迷于占卜，而忽略了自身实力的提升。高手过招，招招致命。稻草果实最好用的就是转移伤害，大大提升容错率。
这颗果实如果是给卡普或者哪个霸气高手，感觉那就和无敌差不多了。比比果实，看侍郎的这颗果实一开始看也确实很菜，画的鸟飞起来都很难。后来知道这都是看侍郎作为卧底一直在隐藏实力，摊牌之后画的东西那是一个比一个屌，可以创造和自己完全一样的替身，然后创造了一个假玉田干掉了阿修罗童子，创造的火焰怪物可以压制大河。所以有没有发现比比果实和大妈的魂魂果实有点像，都可以赋予物体生命，而且出来的东西还贼强。比比果实更好的是能创造出本身并不存在的东西，还自带生命。当然比比果实应该需要一定的想象力和画工。寂静果实，悄悄话果实是颗原创果实，而寂静果实才算是在主线里被称为最废的果实。但其实众所周知，海贼王里除了鹰眼等少数人不需要喊招式名，大多数人都需要喊出招式名来释放技能，尤其是启明果实的索隆，太依赖果实能力的这种，只要不让他们喊出招式名，就可以让他们放不出来技能。而寂静果实只需要打个响指，就可以让海贼王里绝大多数人都放不出技能。所以原来寂静果实才是海贼王里最强大的果实。